穿越楚汉已成为了霸王项羽，本想着带着虞姬就此归隐山林度过余生，但怎么也没料到，此时自己竟然在垓下，而且距离项羽垓下楚军大败，而后楚霸王自刎乌江，已经没多长时间了。思索之际，一骑斥候策马来报：启禀大王，钟离昧将军完成断后任务，如今被韩信围在5里外。刘邦、彭越、英布、刘嘉等贼子的兵马也在陆续赶来。作为后世之人的你，当然明白自己即将面临着什么。现在给自己的选择不多了，服软投降刘邦，让他好生善待江东兄弟。可刘邦称帝后，连韩信、彭越等大功臣都一个个除掉，何况你这个一生之敌？第二，直接向齐王韩信挑明，其将来成为被烹掉的走狗，然后策反他一起将刘邦干翻。可仔细一想，又不得不将这个想法抛弃掉。韩信虽然是军事上的天才，但同时也是政治上的白痴，根本理解不了刘邦为什么会杀他。两条明路看似美好，却隐藏着无尽杀机。当下你决定放下幻想，选择斗争。北风拂过，带起一丝凉意，也将你的思绪拉了回来。哼，韩信啊韩信，你用兵确实厉害，可惜你千算万算，万算不到我项羽会是最大的变数。望着由项庄择选出来的1万精骑，你将霸王戟凌天一指，出发，随本王去救袍泽兄弟，救袍泽兄弟，救袍泽兄弟。1万精骑跟着大喊，战意陡增。5里外的一处山坳内，齐军大将灌婴率领3万余骑军，将以钟离昧为首的6000楚军围得水泄不通。想到生擒钟离昧的赏格，灌婴神色激动。钟离昧，你如今已身陷重围，识相的话赶紧跪地投降，否则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跪地投降？钟离昧没有丝毫畏惧，朗声笑道：哈哈哈，我钟离昧只会站着死，绝不会跪着生。我的脑袋就在这里，有本事便来取。上次的收受贿赂事件，项羽如今已经不信任你，既如此，又何必死心塌地的为项羽卖命？灌婴，你莫要再白费口舌！我钟离昧生是霸王的人，死亦是霸王的鬼。说着，钟离昧猛地一拍马腹，云影枪朝前一突，直刺向灌婴的面部。灌婴反应不慢，侧身躲过的同时，冰铁大刀一撩，斜砍向钟离昧的嘴尖。只听当的一声爆响，火花四溅间，灌婴迅速收刀出刀，逼得钟离昧只能被动拦挡。两人越杀越快，越杀越猛，对攻约有30余回合后，灌婴气力不足，反过来被钟离昧力压一分。灌婴，你不是要取老子性命吗？给老子使劲啊！钟离昧凝神大喝，全力爆发之下，云影枪将冰铁大刀蛮横撞开，浩大力劲透过冰铁大刀进入灌婴体内。灌婴身形一颤，只觉五脏六腑被沾水的鞭子抽打了一番。钟离昧乘胜出击，云影枪如斜穿金裂石之力，一连狂刺。灌婴遭到全面压制，脸上不由闪过羞恼，怒吼一声后，双臂巨力，一刀猛地砍在云影枪的枪刃上。刀枪剧烈碰撞，让灌婴心中惊骇的是，他全力一击竟没能击退云影枪半分。钟离昧眼露厉光，就是撞开冰铁大刀，在灌婴的铠甲上擦出一道爆裂的火星。灌婴脸色苍白，铠甲裂开的同时，一道狰狞血口暴露在空气中，刺痛袭来。灌婴神色一紧，他不是鲁莽之辈，果断退回本阵，招呼手下展开围攻。俗话说双拳难敌四手，楚军上下虽然骁勇，但因为兵力太少，很快便陷入困境。特别是钟离昧，不但被7、8个齐军将领围攻，还时不时遭到灌婴的冷箭袭击，隐隐有性命之忧。此刻的山坳外围，你带着1万精骑悄然赶到，看着舍命搏杀的钟离昧，所部楚军项庄神色一紧：王兄，我们赶紧率军杀过去。你微微摇头，齐军数量超过3万，要救人不难，难的是一口将这3万齐军吃掉。你经过一番排兵布阵后，项庄带着3000精骑四散开来，暗作布置。你统领7000精骑开始朝着山坳内冲锋，沉闷的马蹄踏动声蓦然响起。山坳内的齐楚两军心头一震，纷纷循声望去。在看到代表霸王项羽的紫色大道后，钟离昧所部楚军精神大振，心中战意开始狂涌。与之相对，齐军上下却是神色大惊，躁动不安。灌婴双眸死死地盯着你，脸上满是不可置信。怎么会这样？项羽不应该来的。就在灌婴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身旁的齐将出声提醒道：灌婴将军，我们被包围了。灌婴转头一望，惊鸿一瞥间，眼角内一道紫色身影以惊人的速度向这边飞掠过来。项羽！灌婴心头再次颤抖。项羽的神勇足以让这个时代任何一个武将心寒，灌婴也不例外。在看到你的一刹，第一个念头就是跑。灌婴的战马虽然不错，可与乌骓比起来还是差得远。等他反应过来时，已经来不及扭头的瞬间，只觉得脖子一痛，双目中带着一抹不甘，满腔的热血开始如同火山般喷发。你伸手接过灌婴的头颅，朗声大喝道：灌婴已死，你们还不束手就擒！中气十足，一声厉喝如同轰雷炸响，不少齐军纷纷丢掉兵器，下跪求饶。看到这一幕，齐军中的死硬分子勃然大怒，纷纷开始杀人立威。这般一来，却是将你惹怒。策马一跃，霸王戟迅猛横扫，一道寒光掠过，你的蛮力加上霸王戟的锋利，10几个齐军死硬分子惨叫着倒地。你眼中闪过一抹难言的兴奋，体内的血液如同沸腾了一般。原来纵马沙场的感觉竟是如此的美妙。片刻功夫后，战场上活着的齐军全部跪下：霸王饶命，我们愿降。随着一道道求饶声传来，你的理智战胜冲动，手中霸王戟停止挥手。也就在这时，钟离昧带着千余楚军残兵走过来，恭敬跪下：末将拜见大王，谢大王救命之恩。你看着浑身伤痕却脸露刚毅的楚军残兵，眼中闪过一丝欣赏与感动。弟兄们请起，本王有你们誓死追随。
髓，此生无憾。听到你的一番言语，以钟离昧为首的楚军残兵眼眸湿润，心中淌过一道暖流。士为知己者死，钟离昧将军，之前本王中了陈平的奸计，错怪你了，你莫要放在心上。末将明白，这事不怪大王，要怪只怪敌人阴险狡诈，专使下作手段。别的本王就不多说了，你只需记住，只要你不负本王，本王亦不会负你。大王放心，我钟离昧生是大王的人，死是大王的鬼。钟离昧的话还没说完，项庄已策马赶来，急忙向你禀报道：王兄据探子传回来的消息，齐军大部人马距离我们已不过20里。你神色凝重地点点头，这里不宜久留，我们速速撤退。项庄扫了齐军俘虏一眼，问道：王兄，这些俘虏如何处置？可是按老规矩。说到这里，项庄做了一个割喉的手势，你微微摇头。庄弟，你带人择选一番，没受重伤的俘虏全部带走。20里外30余万齐军正马不停蹄地往这处战场赶来，队伍前头韩自帅旗下一个青年男子正凝视着远方，其正是被誉为兵仙的齐王韩信。韩信左侧一个中年男子正紧紧跟随。韩信视线从前方收回的时候，留意到中年男子脸上浮现一抹凝重，不由问道：李左车将军，你这是在担心什么？李左车回过神来应道：大王灌婴将军那边迟迟没有传回消息，属下担心他们遭遇了不测。灌婴将军深通韬略，战力高强，有3万大军在手，对付区区数千楚军残兵绝对是手到擒来。属下担心项羽会亲自领兵救援，灌婴将军能对付钟离昧，却绝不是项羽的对手。项羽他出手的可能性太小，项羽这次疑心颇重，又最恨背叛，在钟离昧存在背叛嫌疑的情况下，他绝不会带兵去救。李左车将军放宽心便是，项羽没逃到垓下还好，一逃到垓下便十死无生了。话还没说完，毕其斥后已飞马赶过来，启禀大王，灌婴将军围剿钟离昧所部残军时，遇到项羽所率骑兵突袭，灌婴将军当场战死，我军3万余兵马或死或降。这个消息太过突然，韩信心头一颤，脸上满是不可置信。项羽这次竟然出手了，李左车也颇为震惊，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胡乱猜测竟然一言成真。两人对视一眼，默契决定立即赶往那处战场，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1个时辰后，无名山坳，韩信、李左车仔细转了2圈，相顾无言。也不知过了多久，韩信微微一叹，看来本王有些小看项羽了。李左车认同的点点头，项羽这次的手段确实与往昔有些不同，他甘愿冒险救援钟离昧，这是准备收买人心的大英勇，而且俘虏近3万，不因往日习惯大开杀戒，却费力带走，这必是有着算计。我们接下来怕是要多多提防。可韩信听了后却是不以为然的摇摇头，本王承认自己这次小看项羽了，但是项羽并非你说的那般值得忌惮。项羽孤傲多疑、好勇斗狠的性格，可不是1天2天能改的。李左车知晓韩信性格倔强，见他信心十足，也就不再多劝。垓下楚军大营，项羽率军归来，全军上下一片欢腾。听说了吗？大王这次不但俘虏近3万齐军，还斩杀了齐军大将灌婴。灌婴这厮终于得到报应了。之前的城下之战，就属灌婴这厮追得最凶。中军大帐内，钟离昧恭敬地禀报道：大王，你交代给末将的事情已经办妥，我军将士渐渐转变对这场大战的看法，信心和战意开始回升。你满意的点点头。钟离昧将军辛苦了，回去好好养伤，等身体好转了，再随本王冲锋陷阵。钟离昧恭敬地应了一声，拱手离去。楚军当前的最大隐患不是兵少，不是良军，不是即将被围，而是因为局势恶化，不断降低的士气与战意。一支士气崩溃的军队惨败在所难免。因为清楚这一点，你穿越后首先着手的便是楚军的士气恢复问题。如今楚军上下士气开始回升，接下来需要考虑的便是反骨子项伯的处置问题。你想着想着，劳累1天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伏在帅岸上沉沉睡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久，因为腹中饥饿醒了过来。大王你醒了。耳畔响起了声音，让你微微有些昏沉的大脑立马清醒了几分。你忍不住去看声音的主人，视线接触的那一刻，你感觉脑海中一片空白，一种窒息的美感让你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源自灵魂的震颤，让你已经很久没有因为女人而心动过的心泛起滔天巨浪。大王你怎么了？虞姬疑惑地看着你，你经验过后很快清醒过来，为了避免尴尬转移话题道：虞姬，本王肚子有些饿了，你让人送些吃的过来。虞姬温婉回道：大王稍后，妾身这就命人送来。等侍从摆好酒菜，虞姬柔声请示道：大王可需要歌舞助兴？你稍作犹豫便是拒绝道：不用了，本王吃完饭后需要和众将军一事。虞姬微微一怔，但很快恢复过来。那好，妾身先退下了。感受到虞姬身上散发着的一丝失落，你很想将虞姬叫住，但是美女再好也要有命来享受。此时的齐军大营守卫处，韩信手指轻敲桌案，悠然问道：诸位，你们对接下来的战事有何看法？此事体大，众将凝神沉思，没有急着回答。过了一阵后，大将孔熙耐不住性子，瓮声瓮气地开口道：大王，如今联军各部已相继赶到战场，70万联军对付10万楚军，一拥而上便能将楚军杀得片甲不留。孔熙说的豪气，但附和的将领却不多，因为众将心里清楚，别看项羽落入下风，他可是经常创造以少胜多的奇迹。韩信见众将不说话，于是问向曹参：曹参将军，这事你怎么看？曹参向韩信拱手一礼，朗声回道：大王，楚军骁勇善战，陷入困境后更是如狼似虎，我大骑兵马连番恶战，已是身心俱疲。鉴于此，我军不如休养几天，等彭越、英不留、贾周英等不出手，我军再发以雷霆攻势，一举奠定胜局。韩信没有认可这个提议，因为他和刘邦有着协议，这一战齐军必须为绝对的主力。韩信的沉默让帐内众将无法猜到他的心意，也跟着沉默起来。这时候李左车徐徐出列：大王用兵如神，想必现在心中已经有了腹稿，不如说出来让我等瞻仰一番。韩信脸上笑容洋溢，指着大帐中央的地图，胸有成竹地开口道：本王准备在垓下前往乌江的路上设下10面埋伏，楚军如果继续往南退，必将全军
军覆没。韩信这话一出，帐内顿时一片哗然，有人感到惊喜，有人感到惊异。这时候李左车颇为默契地问道：“不知大王这十面埋伏具体如何安排？”韩信笑了笑，侃侃谈道：“第一面，本王准备派一大将，率精兵5000前往沱水上游筑坝截水，一旦楚军通过，立马放水淹之。第二面，本王准备派一大将，率精兵1万前往落雁岭，一旦楚军通过，便抛下滚石雷木。第三面，本王准备派一大将，率精兵5000埋伏在丰海陵外，一旦楚军通过，立马放火烧陵。第10面，本王准备派一大将，率精骑2万位居中路，随时准备策应各部。”听完韩信讲解，帐内众将齐齐道：“妙哉妙哉！”李左车更是赞叹道：“大王用兵当真神妙，实在让人叹为观止。有这10面埋伏，楚军如果不回江东也就罢了，如果执意赶回江东，必将死无葬身之地。项羽也算当事人杰，可惜他千不该万不该错过了大王，或许这便是他的命数。”对于项羽，韩信心中是存着怨念的。当初他一腔热血投效，却被项羽弃之如同婢女，众将也齐齐附和，一时间赞叹声响彻整个大帐。一直闭目养神的谋士蒯通突然开口：“大王，刚才你说的是楚军南逃时的应对之策，可楚军如果不逃，要和大王决一死战呢？”蒯通这一问就如同晴天里的一记霹雳。事实上，韩信对这个问题早有思考，所以他不疾不徐地回道：“蒯通先生这个问题问得好，如果项羽铁了心要和本王决一死战，本王便和他决一死战。”蒯通饶有兴趣地问道：“大王，这决一死战到底怎么个死战法？垓下地形开阔，极其适合大规模作战。本王准备暗中抽调精兵组成中军，在和项羽对阵的时候边战边退，诱使项羽率领精锐追击。依照大王的安排，项羽率军攻打我军精锐中军，短时间内必定难以拿下。那不知大王准备的杀手锏在哪里？本王准备布置2部军旗在大军两翼，一旦楚军的战线拉长，便向楚军的中阵发起雷霆攻势，将楚军阵型截成2段。大王这杀手锏着实妙啊！一旦楚军阵型被截成2段，项羽必定慌乱，率军回救，这时大王便可趁势掩杀。如此一来，楚军必败无疑。”帐内众将听完韩信和蒯通的对答，眼眸刹地一亮，脸上露出浓浓的惊喜与敬色。韩信对众人的反应很满意，徐徐起身：“孔熙将军何在？末将在。”孔熙出列朗声回应：“明日大战一起，你统领2万精骑埋伏在大军左翼。”陈赫将军何在？明日大战一起，你统领2万精骑埋伏在大军右翼。曹参将军、李左车将军，本王命你们择选军中精锐组成中军，明日战事一起，随本王好好会一会项羽匹夫。末将领命，本王有诸位相助，明天这一战必定大获全胜。不知为何，蒯通听到大获全胜4字，突然感觉满堂的喝彩极为刺耳。大获全胜对别人或许是大功，可在蒯通看来，这对韩信却是压死骆驼的一根重要稻草，因为他有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功高盖主。议事结束后，众将相继离开韩信的中军大帐，唯独蒯通留了下来。韩信有些好奇，笑着问道：“蒯通先生，你这是？”蒯通神色肃然，直接反问道：“大王，你可知你已死到临头啊？”“死到临头？”蒯通先生莫要说笑。韩信脸上的笑容立马凝固，说笑。蒯通微微摇头，肃然道：“大王，属下可没有跟大王说笑。接下来的大战中，大王如果不放项羽和楚军残补一条生路，只怕旦夕便有杀身之祸。”“哼，你这简直是在胡说八道！斩杀项羽，剿灭楚军，这可是滔天大功，本王岂能错过？滔天大功应该叫做滔天大祸才对。大王一旦斩杀项羽，剿灭楚军，那就功高盖主了。功高盖主又如何？汉王乃是贤明之主，岂会没有容人之量？贤明之主或许是吧，但汉王绝不是良善之辈。大王若是功高盖主，汉王转头便会收拾大王。”蒯通先生，韩信脸露不悦，你为何到现在还对汉王抱有偏见？当初韩信平定齐国，声威大振，蒯通心里清楚，楚汉相争，韩信助刘邦则刘邦胜，韩信助项羽则项羽胜。于是蒯通劝韩信背叛刘邦，自立一方，与刘邦、项羽3分天下。韩信感念刘邦的知遇之恩，不愿背叛。这时蒯通以刘邦最终会过河拆桥来劝说，并建议韩信上表刘邦，请求担任代理齐王来试探刘邦。不过这件事情的最终结果大大出乎蒯通的预料，刘邦因为张良、陈平的劝说，不但没有训斥韩信，还立韩信为真齐王。这一结果不仅令韩信对刘邦的戒备之心顿消，还使韩信对蒯通起了嫌弃，认为蒯通对刘邦有着偏见。蒯通脸露苦笑：“大王，这可不是偏见，汉王为了保命，都可以把他的亲生骨肉推下马车，如此心狠手辣之辈，又如何与人共富贵？又如何肯与大王共享天下？大王你醒醒吧，汉王就是个市井之徒，这天底下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出来的。”“够了！”韩信挥手训斥道：“这些都是谣言，须知汉王仁义，天下皆知，关中百姓为汉王立生死者更是不计其数。汉王对本王有知遇之恩，本王岂能背弃于他？”蒯通面色惨然：“大王，这是你的心里话吗？”韩信默然不语，好半晌后才沉声回道：“蒯通先生，你莫要再劝本王背弃汉王了，否则别怪本王翻脸无情。”好，属下明白了。蒯通没有再多说什么，内心对韩信已是失望到了极点。在他看来，韩信的军事才能可谓是天下无双，可惜韩信的政治眼光却实在让人不敢恭维。韩信连刘邦是个什么样的人都看不清，居然就敢妄想和刘邦共享天下，这简直就是自寻死路。布陵汉军大营，刘邦的中军大帐内，此时帐内灯火通明。刘邦与张良、陈平正秉烛夜谈，拿着曹参命人送来的消息，刘邦悠悠叹道：“张良先生、陈平先生，韩信率军刚到垓下战场，便已准备利用项羽喜欢亲率精兵冲阵的弱点，大败楚军，还设下10面埋伏，要将楚军上下一网打尽，这可当真了得啊！”张良和陈平都是人精，哪里听不出刘邦话语中的酸味和忌惮？想想也是，他刘邦亲率20万汉军追击10万楚军，却被你反过来打得大败，还险些全军覆
覆灭。可韩信呢？率40万齐军刚刚赶到战场，便施下堪称完美的计策，准备将你和他的10万楚军吞个一干二净。如果韩信当真一战攻城，那两相比较之下，他刘邦就糗大了。最为关键的是，随着韩信大破楚军，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出现，那就是刘邦不知道该如何封赏韩信。现如今，韩信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齐王了，如果再立下盖世功勋，他刘邦又该如何封赏韩信？难不成让他刘邦封韩信为皇帝？韩信当了皇帝，他刘邦不就反过来成了韩信的臣子？看着刘邦微微眯起的萧目，张良知晓刘邦已对韩信动了杀心。站在刘邦的立场考虑，张良并不觉得刘邦这么忌惮韩信有什么错，毕竟一山不容二主，功高绝不能盖主。不过张良认为现在还不是铲除齐王韩信的时机，于是劝道：大王，如今决战还没开始，韩信的计策虽然精妙，但毕竟存在变数，在没有将项羽彻底打垮之前，大王绝不能自毁城墙。陈平也明白这个道理，立马出声附和：大王，张良先生所言有理，现在项羽才是大王最主要的敌人，只要能除掉项羽这个死敌，暂时让韩信做大又何妨？韩信这人精通军事，却不通权谋，大王要想炮制他实在太过简单，只要除掉了项羽，大王就是天下共主，就掌握了世间大义。韩信就算要反，也没有多少人愿意跟随。就好比曹参将军，他和韩信共事已有数载，彼此间守望相助，可谓是休戚与共。可涉及大义问题，他依旧向着大王。韩信那边一有消息，他立马派人传报过来，大王仁义充斥四海，在天下百姓和各方将士心中，大王才是对抗暴秦暴楚的大英雄，才是他们心中的明主。得民心者得天下，大王可谓天下共主。可韩信彭越英不知留却不能。陈平这一席话说的刘邦连连点头，他也明白现在还不到除掉韩信的时机，只不过因为太过忌惮而心生不安。现在听了张良和陈平的劝解，刘邦心中的担忧消减不少，暂时收起对韩信的杀机，静等楚汉决战的到来。楚军大营，你的中军大帐内，此时用过晚膳的你，正召集文武议事，看着季部钟离昧与子期项庄还楚武社，楚军骨干相继步入大帐，你握了握拳头，心中战意澎湃。等众人依照位序站好，你朗声开口道：诸位，我军现在到了垓下，接下来是继续退往乌江，还是和敌军决一死战？大家不妨说一说自己的看法。项伯想起张良的吩咐，率先开口道：羽儿，各路叛军正向我军围堵过来，为了不成为瓮中之鳖，我军还是迅速撤往乌江为妙。项伯这个建议还算中肯，如果是今天之前，众将或许会出声附和，因为那时军中士气极为低落。可现在不同，楚军刚经历了俘虏3万齐军的大胜，全军上下的士气有了大幅回升，完全可以和敌军一战。基于此，季部项庄与子期等将纷纷出列请战。大王，我军现在还有一战之力，与其狼狈狂逃，不如战胜敌军后从容撤退。你一直以来都是坚定的主战派，看到麾下将领大部分战意盎然，你心中自然十分满意。好，我军就先战胜敌军，再从容撤退。项伯见自己的提议被忽视，脸上顿时露出不满。羽儿，你为何不听取叔父的建议？你八目微眯，因为叔父的建议错了，我的建议错了，怎么可能？从垓下前往乌江还有近100里路程，沿途险隘重重，如果不能从容撤退，不说中途容易被敌军追上，到了江边也会因为没有足够的船舟而无法顺利过江。这撤退的细节问题，项伯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如今想要反驳你，却是词穷了。既然叔父没有意见，那这事就这么定了。等等，羽儿刚才说的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是羽儿如何能够保证我军与敌军决战能够获胜，而不是全军覆没？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要保证一定能胜，本王确实做不到。那羽儿，但是本王能够保证，即便不能获胜，本王也不会让敌军好过。感受到你话语中的那抹决然，季部项庄与子期等将心跳加速，浑身血液隐隐开始沸腾。羽儿，你说的倒是轻巧，韩信可不是刘邦那厮，要想让他吃亏可不容易。哈哈哈，羽儿你笑什么？本王笑叔父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这到底是战胆已失，还是心向别处？你这话一出，直吓得项伯身形一颤，冷汗直流。不过在看到你没有其他动作后，项伯才暗暗松了一口气。羽儿莫要随意揣测，叔父身为项氏子孙，又岂会心向他人？叔父之所以不赞成和敌军决战，是担心羽儿盲目自信，以致全军面临覆灭的危机。当然，羽儿如果有好的破敌战术，叔父也愿意随羽儿冲锋陷阵一番。项伯说的言辞恳切，再加上他的特殊身份，帐内众将刚刚对他起了一丝疑心，立马烟消云散。你也没想过3言2语便将项伯的叛逆身份揭穿。他对付项伯的手段是借刀杀人，而等的就是项伯愿意随他冲锋陷阵这句话。好，既然叔父愿意随本王出战，那我军算是上下一心了。你徐徐起身，来到大帐中央的地图旁。诸位，垓下这里地形开阔，极为适合大规模作战。以韩信的能耐，应该能料到我军会和他们决一死战，并做出相应的布置。韩信用兵向来喜欢针对对手的作战风格布置杀局，而本王用兵向来喜欢轻率精锐攻打敌军中军，通过打垮敌军中军而获取大胜。韩信若想取胜，必会抽调精锐补充中军，并安排2部骑兵潜伏在大军两翼，等到战事一起，韩信所率中军必会边战边退，将本王所率精锐拖住。一旦战线拉长，本王所率精锐与中军后军脱离，潜伏在两翼的齐军骑兵便会突然杀出，将我军截为2段。这般一来，本王所率精锐便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等到韩信率军反攻，那我军只有惨败一途。听了你的分析，帐内众将直觉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脑门，因为他们心里清楚，如果按照你以前的作战习惯，还真有可能被韩信算计得死死的。万幸的是，你看破了这一点。这一刻，帐内众将看向你的目光微微有些不同，虽然同样含着崇拜，但之前完全是因为你的绝世无勇，而现在则是因为你的出彩韬略。你将众人的神态变化看在眼里，满意地点点头后，朗声开口道：项庄将军何在？末将在。项庄出列，朗声回应：本王命你择
则选3万精骑，到时随本王冲击韩信中军。末将领命。季部将军与子期将军何在？末将在。季部与子期出列。朗声回应：你们各率3万兵马守在我军2翼，一旦敌军2翼骑兵杀到，你们这般便可将敌军2翼骑兵击破。末将领命。钟离昧将军、桓楚将军何在？末将在。钟离昧、桓楚出列。朗声回应：本王命你们统领后军，随时准备接应。末将领命。说到这里，你停了下来，好似忘记了项伯一般。项伯找不到自己的存在感，还以为你对他起了疑心，连忙主动请战道：羽儿，诸位将军都有任务，为何偏偏叔父没有？瞧本王这记性，竟然将叔父忘了，还请叔父莫要见怪。你歉意地说了一句，然后朗声下令道：项伯将军听令，本王命你统领3万齐军俘虏，一旦韩信率军开始反攻，你便这般。羽儿，叔父怎么能统领？项伯将军，你莫非想要抗命？感受到你爸目中透射着的凌厉杀气，项伯心头一颤，连忙应道：叔父领命，吩咐妥当。你扫了众人一眼，朗声开口道：诸位，这一战关系到大楚的前途命运，还请诸位全力以赴，我军必胜！全力以赴，我军必胜！众将齐齐高呼。议事结束，你留下武涉，命他暗中监视项伯，只要项伯有所异动，便格杀勿论。武涉虽然不明白你为什么下达这样的命令，但他是你的死忠，既然你有了安排，他就会无条件执行。当然，武涉也不是毫无所觉，今天项伯的反常行为也让他心中起疑，而你的命令让这丝怀疑壮大了不少。武涉离开你中军大帐的时候，夜已近3更，就在你犹豫要不要伏在帅案凑合一晚时，虞姬的贴身侍女云儿进入大帐，向你施了个万福，恭敬问道：大王可是处理完了公务？不错，还请大王随婢子前往请帐。王妃等候已久，等候已久。你口中呢喃，随即吩咐道：你领路吧。诺。没过多久，两人便到了请帐门口，侍女云儿为你掀开帘子，然后恭敬地守在外面。你信步踏入请帐，视线所及，便看到虞姬趴在案几上安然入睡。烛火掩映下，虞姬那张倾国倾城的面孔显得更加娇艳欲滴，仿若折落凡间的仙子。虞姬出身世家，比一般的大家闺秀还要懂礼，便是睡姿也极为优雅，看后让人感觉心旷神怡。白天的大战已让你做到在战场上的融合，不过在情感上，你仍旧有些放不开。古代毕竟与现代不同，现代流行网约，或为金钱，或为一时爽快，彼此深入交流后，情感羁绊比较小。可古代的规则却不同，古代女子的情感相对比较专注，特别是虞姬还是一个极为痴情的女子。历史上的绝色女子大多辗转于不同的强者之间，像虞姬这样愿意为心爱男子殉情的绝色女子实在是太少，也正因为太少，才更加令人敬重。一向果决的你，在这一刻出现了迟疑。尽管虞姬是他名义上的妻子，可你却无法心安理得地搂着虞姬安然入睡，美人如画。你静静地看着虞姬，她那优美的睡姿让你看得有些痴了。也不知过了多久，虞姬美眸上的睫毛轻轻抖动几下，随后水汪汪的大眼睛睁了开来，看到你正痴痴地看着自己，虞姬不由惊呼出声：呀，大王，你回来了！虞姬这一声惊呼，立马将你的思绪拉了回来。本王也是刚到，大王困了吧？妾身为大王宽衣。等等，大王你这是？虞姬脸上的欣喜凝固，取而代之的是一抹令人揪心的失落。你直觉心头一揪，你方才意识到，从自己附身你开始，自己变成了虞姬这个悲情女子的一切。既来之，则安之。既然附身成了项羽，便接纳项羽的一切，也担负起属于你的责任。心态转变之后，你心中一阵轻松，你爱怜地对着虞姬说道：虞姬，你莫要多想，衣服本王自己脱就可以。倒是你，我弟傻王妃，困了也不上榻歇息，在这里睡受了风寒怎么办？到时候本王会心疼的。感受到你话语中的关怀，虞姬心头一松，暗道自己想多了，妾身在这里等候大王，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大王，妾身想你。虞姬说到最后，一张俏脸浮现迷人的酡红，想起晚膳时自己对虞姬的冷落，你语带歉意地说道：虞姬，晚膳的时候本王不该，大王无需自责。大王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怎么能整天惦记着男女之事？只要大王心中有妾身，能抽空陪妾身，妾身就心满意足了。虞姬，你真是一个令人忍不住怜惜的好女子。大王，妾身虽然是女儿身，但也明白好男儿当心怀天下，今后妾身不会再缠着大王，只要大王心里有妾身就好。看着这个明事理、懂大义的美人，你心中感动不已。此时的你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言语去回应这个用情至深的美人，只是紧紧地将她搂入怀中，仿佛要将她融入自己的骨子里，情到深处。虞姬双眸紧闭，俏脸贴在你宽厚的胸膛上，心中又是期待又是紧张。果然，你开始解除她的衣裳，她感觉全身开始发热，两只小粉拳紧紧地捏在胸前，呼吸也变得不均匀起来。水到渠成，寝帐内一夜风雨，满室皆春。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射入寝帐的时候，你也是霍地睁开了眼睛。常年的雇佣兵生涯，你已经习惯了每日清晨醒来，哪怕睡得再晚也是一样。刚刚醒转，你只觉脑袋有些昏沉，显然这是一夜风雨的后遗症。你使劲摇晃了一下脑袋，忽地鼻子一动，一缕香气飘入了你的鼻尖。下意识的，你伸手在床榻上摸了几下，却是空无一物。飞快地穿上衣服，你掀开帘子，准备走出寝帐。这时寝帐外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他身穿紫色裙衫，长发披肩，眉目如画，端着一个精致的餐盒，正踏着碎步款款而来。虞姬微微欠身施礼，用他那极为柔顺的声音建议道：大王，妾身熬了一些参汤，你喝完再走吧。好。你下意识地点点头。桌案旁，虞姬贤惠地帮你盛好汤，然后双手撑着下巴，静静
静地看着你喝汤，你没有扭捏，接过汤碗喝了一大口，参汤很美味，不断刺激着你的味蕾。接连喝了3碗，你才停了下来。这小小的举动让虞姬极为满足，看着虞姬脸上洋溢着的幸福笑容，你直觉自己身处家的氛围中，一时间竟不想脱离出来。不过这儿终究是该下战场，这时候适合血腥厮杀，不适合家人温情。咚咚咚咚，沉闷的战鼓声陡然响起，你知道自己该离开了。大王保重，妾身等你回来。放心，本王会安然回来的。大胜之后，本王要再喝你煲的汤。好，妾身随时为大王准备着。前往中军大帐的过程中，你从亲卫那里了解到，韩信派人送来战帖，相约在两军大营之间的中部位置决战。到了中军大帐，你看到楚军众将已齐聚等候，高举战帖，踏上主位。你朗声开口道：“如昨晚本王所料，韩信发来战帖，要与我军决一死战。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战！众将齐声高呼：“该布置的都已经布置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战个天翻地覆吧！战个天翻地覆！天翻地覆！出战！兵马上千，无际无边，兵马过万，天昏地暗。”呜呜，在悠远绵长的号角声中，10万楚军踏着整齐的步伐，跟着你的紫色大道迅速踏入战场。楚军前方，一面赤色大道正从低矮的山丘后面冉冉升起，紧随着的是如林的刀枪、蔽日的旌旗。韩信，你终于来了！这一刻，你感到的不是对未来战局的恐惧，而是对打破传说的无尽战役。咚咚咚咚，齐楚两军阵内几乎同时响起沉闷的战鼓声，没有齐楚两军统帅的对话劝降巨响，只有无边杀气凝聚成的一个字，那就是战。你挥动霸王戟，猛地朝韩信的大道一指：“前军听令，随本王进攻，务必夺下韩信的大道。”3万楚军齐齐高呼：“夺下韩信的大道！夺下韩信的大道！”哒哒哒哒，3万铁骑踏阵，声势浩大，厚重的马蹄踏地声如无数柄重锤敲击在齐军士卒的心头。800步、500步、300步，随着两军距离越来越近，齐军中军处的士卒身体不由颤抖。来的可是战无不胜的楚霸王，这让他们如何能不怕？齐军人巢内，韩信看到你轻率精锐发起进攻，嘴角不由泛起一丝淡淡的不屑。项羽啊项羽，你终究只是个好勇斗狠的匹夫。听到韩信的这句感慨，蒯通、曹参、李左车等文武相顾无言。普天之下，恐怕也只有韩信敢这么说了。巨鹿之战，由秦国名将章邯、王离统领的40万秦军精锐，不就是败在你的好勇斗狠之下？英雄如汉王刘邦，不也多次被你这匹夫打得全军覆灭？楚军前头，你拍动乌骓马，像一只离弦飞箭般冲锋，在他身后，3万楚军铁骑紧紧跟随，一起杀入齐军大阵内。你一马当先，霸王戟上下翻飞，所过之处卷起片片腥风血雨。你领着楚军铁骑不断在齐军大阵内奋勇前冲，杀得齐军前阵人仰马翻，惨叫不断。看到这一幕，李左车面色凝重，对韩信说道：“大王，项羽这厮当真骁勇，这才不过片刻功夫，我军前阵就快要被突破了。”对此韩信却不是很在意，淡然下令道：“死士营向前，接应前阵兵马。”随着韩信的命令下达，一群身穿葛衣、斜挽发髻、手持短剑的轻兵死士出现在了楚军面前，项庄神色一凝，对你大呼道：“王兄，这是齐军死士！”死士，你冷然一笑：“本王让他们变死人。”项羽那命来，几个齐军死士紧握短剑，尽管知晓你战力天下第一，他们依旧义无反顾地迎了上去。死士就是死士，为求杀敌，他们绝不会吝啬自己的性命。不过很可惜，他们面对的是千古第一猛将，你最不缺的就是胆气。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电光火石间，不等几个齐军死士发起攻击，霸王戟已犀利横扫，锐利的戟锋带起一道寒芒，下一刻便见几颗面目狰狞的头颅冲天而飞。齐军死士手中蓄势的短剑再也没有机会刺出，你一戟斩杀好几人，但很快又有几个齐军死士朝你扑来，1寸长1寸强，1丈8尺长的霸王戟在你的舞动下，仿佛化作了死神的镰刀，不断收割着齐军死士的性命。看到自家大王如此神勇，紧随在后的楚军骑兵齐齐振奋，纷纷悍不畏死的狂杀起来。反观齐军死士，他们已没有一往无前的气势。死士虽然不害怕战死，但却害怕枉死，他们的死也需要代价。可当他们发现自己死得毫无价值时，他们同样会退缩。看到死士营退却，李左车脸上的神色由凝重转为惊骇。大王，死士营也没有挡住，项羽率军杀过来了。韩信眉头微皱，但很快又松开。莫慌，换五卒方阵。随着韩信的命令下达，一群身披铁甲、头戴铁盔、手持铁盾长戈的齐军重步兵踏着整齐的步子迎向了楚军。王兄，这是齐军五卒。项庄不由出声提醒。项庄口中的五卒，其实就是全身披甲的重装步兵，由魏国名将吴起所创。史书记载，魏五卒训练成军后，在吴起率领下南征北战，历经72场大战，其中64战完胜，其余平手，竟然没有一次败绩。和魏国相邻的秦国可谓是深受魏五卒的坑害。阴晋之战，50万秦军被5万魏五卒大败，以致华山以东的大片国土沦陷，秦国人口锐减，国力衰微，五卒声威赫赫。可你却是不惧。莫慌，且看本王如何破他。下一刻，便见你一马当先杀入五卒方阵内，霸王戟如同一道飞动的雷霆，骇然旋扫，将刺来的长戈全部撞开。紧接着，霸王戟如携狂风暴雨之势，由扫转刺，10余个齐军五卒嘶声惨叫，都被刺死。右侧前方的五卒被杀翻，你勒马一转，拧戟横扫，挥出一记记势大力沉的横扫千军。凡是被霸王戟扫中的五卒，无一例外，身体都如同断线的风筝，往四处弹飞。当你攻势放缓的时候，他5丈距离内竟没有一个活着的齐军武。
留下的只是一片血红和块块残渣碎肉，你浑身满是血污，八目赤红，和他对视，直让人脚底发凉。饶是齐军五族这样的精兵，也被吓得战胆破裂。齐军五族吓得呆滞，但你的攻势却不会因此停下。策马冲锋间，霸王戟再次挥动，又是一轮血腥悚然的屠杀。这些围攻你的齐军五族，就好像一群不自量力的羊羔去围攻一头饥渴的猛虎，不但毫无伤虎之力，极为残酷的是，他们的进攻只会将自己送入虎口。你越杀越快，越杀越猛，跟在你后头的楚军骑兵也个个如狼似虎，只将齐军五族杀得连连败退。看到齐军五族也不是你所率骑兵的对手，李左车脸色大变，大王，连五族也挡不住项羽，接下来还要按照之前的计策行事吗？韩信望了望越杀越近的你，神色坚定道：传本王号令，计策不变，大道后撤，全军且战且退。众将闻言神色一紧，心中不免忐忑起来。两军缠战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后撤。兵力不多那还好，一旦兵力超过10万，就很难在撤退的时候保持对麾下各部的有效指挥，因此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全军溃败的局面。在齐军众将看来，面对你这样的绝世猛将，严阵对抗都极为吃力，撤退时被追着打，更难掌控局势。李左车咬了咬牙，再次劝向韩信：大王，之前的计策虽然精妙，但项羽的骁勇还是超出了我军的预估。依照现在的局势推演，要不了多久，项羽所部骑兵便会彻底突破我军中阵。一旦项羽率军彻底突破阻拦，杀到大王面前，那后果将不堪设想，还请大王三思。大将曹参心有同感，也连忙出声附和：大王，李左车将军所言有理，以项羽所部骑军的强势，要不了多久便会杀到大王面前。所谓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大王乃是千金之躯，还是不要冒险的好。末将虽然不才，但也愿率军前去阻截你所部骑兵。在末将看来，只要发挥兵力优势，我军依旧可以将楚军击败。韩信听了后却是摆了摆手：你们无需多劝，项羽这厮已经中计，该担心该害怕的应该是他项羽才对。传本王号令，大道后撤，全军且战且退。韩信心意已决，众将知晓再劝无用，便开始依令行事。没过多久，项庄看到齐军大道后撤，连忙对你说道：王兄，如你昨晚所料，韩信大道后移，齐军真的撤了。韩信这厮是算死了本王的作战风格。哼哼，既然他搭好了台子，那我们便陪他演一场大戏。说到这里，你朗声下令道：传本王号令，大道前进，全军追击。随着你的命令下达，楚军各部开始展开追击，其中你所率的骑兵追得最快。不过越往下追，你对韩信的指挥才能越发佩服。组织数十万兵马撤退，难度可谓是极高，一个不好，很容易出现全军崩溃的局面。可韩信恰恰做到了他自己所说的那般。我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在韩信的高超指挥技巧下，数十万齐军退而不乱，渐渐编织成一张充满弹性的巨弓，只等时机成熟，便强力反弹，冲锋冲锋冲锋！你成了一个合格的演员，极力配合着韩信，率军一路狂追，只将战线越拉越长。齐军人潮内，韩信看着越来越多的齐军部曲被打散、被击溃、被冲垮，对你强大的率军冲阵能力也心感佩服。尽管韩信脸上一直从容镇定，但最熟悉韩信的亲兵知晓，韩信也同样紧张。随着时间推移，楚军各部之间的距离已经明显拉开，局势正朝着有利于齐军的方向演变，最终的胜利似乎近在眼前了。韩信身后，蒯通、李左车、曹参等文武无不神情肃然。换成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统兵，绝不可能做到像韩信这般调度各部兵马如臂所指，即便面对楚军的猛烈进攻，也能且战且退，从容不愧。感觉时机差不多成熟了，韩信勒马停住，拔出腰间紫月宝剑，朝着楚军大道一指，朗声下令道：传本王号令，后阵点起狼烟，命孔熙将军、陈赫将军率军出击，务必截断楚军中阵，让他们首尾难以相顾。各部立即停止撤退，就地回转反击，全歼楚军。就在今日，大王有令，回转反击，全歼楚军。就在今日，数百令旗策马如飞，将韩信的号令传遍全军。随着2道醒目的狼烟从齐军后阵升起，埋伏已久的孔熙、陈赫所部骑兵立马化作2把尖刀，刺向了楚军的中阵。同时间，正在且战且退的齐军各部立即后队改行动，回转反攻。一时间，战局逆转，胜利的天平似乎已经倾斜向了齐军。数里外的一处高坡上，刘邦在张良、陈平的陪同下，正居高远眺前方厮杀的战场。看到战局如同韩信算计的那般发展，刘邦心中又喜又忧。喜的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即将惨败，忧的是一个强敌消失后，另一个强大的潜在威胁正慢慢显现出来。走吧，刘邦眉头紧皱，语气中带着一丝冷意。回去后，你们要开始着手策反韩信部众的事情了。张良、陈平对视一眼，齐齐应道：诺。混杀的战场，你看到齐军后阵内升起的狼烟，以及开始回转反攻的各部齐军，先是派遣心腹给监督项伯的武舍传去命令，随即把冲锋时剩下的2万骑兵一分为2，你和项庄各率一半从战场左右两侧突围出去，你要反过来包抄齐军2翼处的骑兵。齐军虽然多达数十万，但精锐骑兵不过4、5万，只要将齐军2翼处的骑兵吃掉，那齐军将失去最强的机动能力。如此一来，楚军这次只要不是一战覆灭，便可以从容撤退。韩信一直盯着你的大道，在发现你项庄分别率军离去后，虽然他短时间内猜不透你的意图，但还是调派兵马追向了你和项庄。对韩信来说，棋局既然已经布好，那局势最好按照他的推算发展。一旦有棋子想要跳出棋盘，自然要将他摁回去。由于你和项
项庄分别率军离去，这就使得楚军前部的防御出现空档。这时候，在武社带着你亲兵的督导下，项伯压着3万骑军俘虏顶了上去。齐军俘虏穿的仍旧是齐军衣甲，非常好辨认。反攻的齐军看到后，连忙招呼这些昔日的同袍兄弟反正。可让反攻齐军不解的是，对面的齐军俘虏并没有什么反应，仿佛已经不认他们这些同袍兄弟。看到反攻齐军在做无用功，武社脸上露出一抹嘲讽的笑容，立马向项伯传去命令。项伯很想抗命不从，甚至向齐军透露楚军的布置，可看到武社手持你令箭，旁边又有你亲兵杀气腾腾的监视，无奈之下只好依令行事。没过多久，负责看押齐军俘虏的楚军弓弩手开始张弓搭箭，不过他们瞄准的不是对面反攻的齐军，而是己军阵内的齐军俘虏。如果靠近了看，就可以发现齐军俘虏只穿着胸甲，后背却没有丝毫防护。不仅如此，他们还被一根根长长的绳索给串联起来。这般一来，齐军俘虏只能不断向前，一旦有所异动，后头就会万箭齐发，将他们一个个射成刺猬。齐军俘虏听到后头的弓弦拉动声响，个个吓得脸色惨白，不由自主地往前冲去。反攻的齐军看到一众齐军俘虏朝自己杀来，纷纷双眼瞪大，脸上满是不可置信。直到一队齐军俘虏挥戈砍向他们才意识到不妙，慌忙挥动刀枪迎击。一时间，两部齐军在原野上厮杀起来，这场面怎么看都透着一股鬼。韩信看到一片又一片的齐军被自己人杀翻在地，连忙策马上前，对着齐军俘虏喝道：“本王在此，你们怎敢造反？”如果是以往，韩信这一喝必定能将这些齐军俘虏喝住。只可惜这些齐军俘虏有着苦衷，为了小命着想，他们只能身不由己地往前冲。齐军俘虏有胸甲护着，往前冲不一定会死，可一旦停下来，他们要么被自己人撞翻踩死，要么被后面的楚军弓弩手射成刺猬。如果是一般将领，遇到这种局面必定会慌了神，不知该如何处理。可韩信作为顶级统帅，哪里能容忍这些不识好歹的齐军俘虏破坏自己歼灭楚军的大计？从容对左右下令道：“弓弩手准备，前方俘虏再敢冲撞我军反攻阵型，立即放箭诛杀。”曹参觉得这样做有些不妥，当即劝道：“大王，前方都是齐军儿郎，如果下令诛杀，将士们怕是会寒心。”韩信脸色一冷，你睁大眼睛看看，他们是楚军的俘虏，他们背叛了本王，如果本王不下令诛杀，他们这些叛逆不但要杀更多的我军儿郎，就连歼灭楚军的大计也将被破坏掉。曹参看着前方混杀的场面，想说些什么，最终还是选择了默然。楚军左翼外围，齐军大将孔熙一直在留意战场形势发展，在看到楚军阵型如韩信预料的那般被拉长后，心中顿时对韩信佩服到极点。想到自己在这场大胜楚霸王项羽的战斗中占据浓墨重彩的一笔，孔熙便感觉浑身血液开始沸腾。也就在这时候，副将孟钦出声提醒道：“孔熙将军，你看，我军后阵燃起狼烟了。”孔熙循声望去，立马放声大笑起来，哈哈哈！这是大王告诉我们可以进攻了。全军听令，楚军已中了大王的妙计，大家随我冲锋，建功立业就在此时。随着孔熙一声令下，埋伏已久的2万齐军骑兵立马对楚军阵型发起冲锋，他们要一口气将楚军阵型冲垮。骑兵不满万，满万不可敌。2万齐军骑兵迅猛冲锋营造出来的威势，着实惊天动地。季布看到这一幕，心中却是不慌，因为你的料敌先机，他早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在季布的指挥下，1万刀盾兵和1万长戈兵组成一面面带刺的巨大盾墙，而在盾墙后头，则是1万弓弩手，他们排成5列，随时准备轮转射击。齐军骑兵的冲锋速度很快，只片刻功夫便和楚军盾墙发生激烈碰撞。盾阵加长戈阵的组合，给了齐军骑兵不小杀伤，这让后头指挥的孔熙暗暗皱眉。就在孔熙考虑要不要换个方向突击时，楚军盾阵中央突然裂开了一道巨大的口，楚军盾阵破了，大家往破口处杀。不知谁先吼了一嗓子，在其他方向撞得头破血流的齐军骑兵纷纷叫囔着转向中央破口处。孟钦隐隐感觉有些不对劲，连忙提醒孔熙多加注意，最好留出后备队以防局势突变。只可惜孔熙立功心切，根本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孟钦完全是多虑了，只要楚军盾阵一破，就再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挡住齐军铁骑的冲锋。冷兵器时代，骑兵集群冲锋确实具备这样的威力，可孔熙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楚军的盾阵是主动被突破的。为了尽快冲垮楚军防御，为了赶在负责右翼的陈赫之前立下大功，孔熙率领后部骑兵也冲入了中央处的破口。直到这时，孔熙才惊愕地发现，中央处的破口根本不是破敌的捷径，而是通往黄泉的死亡大道。因为中央破口两侧盾墙的孔洞里，居然时不时地探出一根根犀利的长戈。更让孔熙惊骇的是，中央破口前方突然传来一道厉喝，弓弩手听令，轮转射击。随着季布的号令下达，连绵密集的箭雨朝着中央破口处涌来的齐军骑兵扑去。一时间，大量齐军骑兵被射落马下，而这些落马的齐军又有不少绊倒了后头的骑兵，使得齐军骑阵一片大乱。看到这一幕，孔熙连忙大呼：“不好，这里有埋伏！”后头的骑兵赶快停下。孔熙的反应还算不慢，只可惜战马一旦跑起来，哪有那么容易停下来？更别说大部分齐军骑兵还受到了同伴的猥亵。这般一来，孔熙的这道命令不但没有解决问题，还使得整个冲锋队伍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骑兵集群的杀伤力很大一部分来自骑兵高速冲锋带来的强大冲击，一旦冲势被阻，杀伤力立马就会大减，而拥堵的环境更容易让骑兵集群无所适从。整个中央破口通道本来很宽阔，可在两侧盾戈组合杀阵的不断挤压下，却是变得越来越窄。前头弩箭如雨，两侧冷戈如潮，一众齐军骑兵赫然发现，他们已由凶猛的恶狼变成了待宰的羔羊。哈哈哈！世人都说韩信如何会用兵，可这次现在已完全落入大王手中。我看大王才是真正的用兵如神，战局出乎意料的顺利，这让季布倍感畅快的同时，对你的料敌先机也更加佩服。
佩服。哒哒哒哒，沉闷的马蹄踏动声从远处汇入，季布循声望去，当即看到一面熟悉的象字大道出现在视线内。季布知晓，这是你率军包抄过来，准备给齐军骑兵致命一击了。在你的统领下，楚军万骑很快便击溃齐军骑兵的后阵，将绝大部分齐军骑兵堵在了中央破口内，突然成了瓮中之鳖。一众齐军骑兵立马慌了神，他们惶惶然好似热锅上的蚂蚁，盲目的乱冲乱撞。在死亡危机的逼迫下，一些人开始变得疯狂，为了逃生，他们拼命地推挤四周的同袍。这般一来，便使得不少齐军骑兵化作飞蛾，极为不甘地扑入歌林箭雨之中。一时间，整个中央通道内此起彼伏响起的都是箭矢破空声、长歌破甲声、喝骂声以及惨叫声。仅仅片刻功夫，齐军骑兵的伤亡便接近万人。即便有不少人活了下来，也不值得庆幸，因为这只是被判了死缓而已，身处随时会索命的地府。孔熙心中的惊恐越来越浓，看着50步外的出口，孔熙的面容瞬间变得极为狰狞。自己深受齐王器重，将来前途远大，必定封侯拜相，自己不能死在这里，绝不能死在这里。孔熙红着双眼，不断挥刀劈向前头挡路的部下，滚开，快滚开啊！几个齐军骑兵反应不及，或者根本没有料到自家将军会对他们下手，以致接连被孔熙砍死。孔熙的副将孟钦看到这一幕，立马惊怒质问孔熙将军：“这些人可都是你的部下啊，你怎能如此残暴？”残暴！孔熙回瞪孟钦一眼，他们只是蝼蚁而已，何须在意？说完，孔熙不再理会孟钦，策马踏着部下的尸体前进。没过多久，孔熙因为前头道路被挡住，又准备挥刀砍向前头的部众。这时孟钦看不过眼，连忙出声提醒前方的弟兄小心，快快让开！对于孟钦的妇人之仁，孔熙报以冷笑，只是自顾自地策马向前。快要逃出中央破口的时候，孔熙精神一振，朗声大笑起来，哈哈哈！上天保佑，本将军终于逃出来了。4字还没说完，孔熙好似突然被掐住脖子，声音戛然而止，因为他突然发现中央破口外的几军骑兵已被楚军骑兵所取代，特别是那杆随风飘扬的紫色大刀，更让他心神崩溃。就在孔熙心生绝望的时候，你所率骑兵后头突然传来一阵喊杀声。孔熙循声望去，很快便发现来的是几军援兵。这一刻，他心中喜色狂涌，暗道上天保佑，没了性命之忧，这确实值得高兴。可孔熙一想到自己办砸了韩信交代的差事，又倍感头疼起来。作为韩信的老部下，孔熙很清楚韩信严谨的治军风格，自己这次误了大事，绝对没有好果子吃。或许上天真的对孔熙很眷顾。就在他不知该如何应付韩信时，你竟然将身边的楚军骑兵都派去迎战来援齐军，他独自守在了中央破口外，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不，这是他孔熙将功折罪的绝佳机会，至少孔熙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将士们，项羽独身一人在那里，只要将他击杀，我们就能反败为胜，我们就能立下大功。大家随我冲啊！孔熙斗志昂扬，一马当先朝你冲了过去。在他身后跟着的骑兵不多，只有100余骑。显然，这是他之前杀自己人的后遗症。孔熙虽然对这个结果不是很满意，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也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冲。不过，你看到孔熙朝自己杀来，似乎一点也不在意，不但不提己备战，反而闭目扬起神来。孔熙见你如此妥当，心中怒火顿起，双腿夹向马腹的力道不觉间加大了好几分。就在两马相距仅剩3丈距离时，你陡然睁开大目，2道如同刀锋般锐利的眸光赫然射向孔熙的眼睛。孔熙身体一颤，只一瞬间，他脑海中便生出掉头逃跑、保命要紧的念头。只是不等孔熙开始行动，你已策动乌骓马飞跃而起，手中霸王戟如同电光般横切向孔熙的脖颈。孔熙直觉自己被一股浓郁的杀气笼罩住，想侧身躲开，却怎么也挪不动身子。扑哧，随着兵器入肉的声音响起，犀利戟锋划过孔熙脖颈的同时，一个大好头颅冲天而飞。看到这一幕，跟在孔熙后头的100余骑军个个惊得嘴巴大张，连忙勒马停住。你伸手接住孔熙的脑袋，在策马靠近中央破口后，朗声开口道：“齐军将士听着，孔熙已死，你们如果想要活命，那就速速下马投降。”看着孔熙那颗布满惊愕的头颅，齐军残兵哪里还有抵抗的勇气，纷纷下马投降，顺利吃下齐军左翼2万骑兵。你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虽然你不清楚于子期项庄那边的具体情况，但你相信，在有心算无心的情况下，于子期项庄那边的战果必定不小。解决了齐军的2翼骑兵，接下来该处理紧追过来的齐军援兵了。左翼这边的齐军援兵虽然多达5万，可在楚军骑兵趁胜掩杀下，依旧连连败退，想必要不了多久就会全面崩溃。中路混杀的战场，因为韩信的冷血果决，3万齐军俘虏很快遭到重创，一些齐军俘虏在双重死亡危机下陷入癫狂状态，对着四周乱杀一通。项伯负责指挥3万齐军俘虏，因为靠得近，正被几十个陷入癫狂状态的齐军俘虏围攻。曹参眼尖，发现项伯后，立马提醒韩信：“大王，项伯贼子在那里。”看来之前就是这厮在指挥我军俘虏。韩信语气中透着冷意：“曹参将军，项伯这厮折辱我军军威，你去将他的脑袋取来。”大王稍后，末将去就来。曹参行事风风火火，很快便率军杀到项伯面前。齐国大将曹参在此，项伯贼子，内命来。听到曹参的喝喊，项伯心中一惊，暗想曹参怎么盯上自己了？因为张良内应的身份，项伯并不担心曹参会杀自己，他感到麻烦的是周边还有不少楚军，如果现在暴露身份，必定会影响张良的计划。曹参不知道项伯心中的顾虑，也不想知道。他拍马一跃，月牙戟居高临下劈出，如斜开山裂石之力。感受到曹参这一戟的威胁，项伯不敢大意，连忙抬刀拦挡。只听当的一声爆响，火星四溅间，战力达到一流出阶的项伯赫然被击退好几步。虎口传来的剧烈痛楚，让项伯清晰的明白，他不是曹参的对手。就在项伯犹豫要不要表露身份时，曹参的月牙戟又是袭来，劈扫撩刺，攻势异常迅猛。项伯的战力本就逊色曹参一分，现在又心不在焉，很快被杀得连
连连败退，隐隐有性命之忧。危急时刻，项伯也是豁出去了。他一边艰难抵挡，一边急声说道：“曹参将军，快住手！你不能杀我，不能杀你！哈哈哈，真是太可笑了！须知你我可是死敌啊！”曹参戏谑回应，手中月牙戟丝毫没有停止攻击的意思。曹参将军，你真不能杀我，我们是自己人。哈，自己人？你怎么不说自己不姓项？实话告诉你，我早已暗中投靠了汉王，现在受张良先生之命，在项羽身边潜伏，暗中投靠项王，受张良之命潜伏。如果是别人说出这句话，如钟离昧、季不还楚等人，曹参或许会相信。可项伯是谁？他是项燕的儿子，是你的亲叔叔，是楚国1等1的权贵。在曹参看来，项伯是绝不可能背叛你。基于这个判断，曹参觉得项伯是在把他当傻做，心中愤怒的同时，月牙戟的攻势更加迅猛。项伯暗暗叫苦，心中极为郁闷。他万万没有想到，曹参竟然不相信他说的话。又是7、8回合后，项伯露出一个破绽，被曹参一戟拍落马下。就在曹参策马上前，准备一戟斩下项伯首级时，一队轻骑从汉军大营方向冲了过来。为首骑士朗声大呼道：“曹参将军，几下留人！”曹参认识为首骑士，这人名叫张蒙，是张良的贴身护卫。张蒙护卫，你这是何意？张蒙如实回道：“我奉主人之命前来告知曹参将军，项伯是自己人，不能杀。”什么？项伯真是自己人？这怎么可能？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我只是奉主人之命前来救下项伯。听了曹参和张蒙的对话，项伯心中狂喜，暗道自己有救了。不过项伯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现在能决定他命运的人，除了曹参和张蒙外，还有韩信，甚至韩信起的作用更为关键。韩信向来自经擅长练兵和用兵，可今天却出现了3万俘虏抗命倒戈的状况，这可是会大大折损他的威名。因为这个原因，韩信之前派曹参去取项伯的首级，也因为这个原因，他来到曹参面前，冷声质问道：“曹参将军，你这是准备违逆本王的命令吗？”突然被质问，曹参有些迷惑，连忙回道：“末将不敢，请大王示下。既然不敢，那为何还不将项伯的首级取来交给本王？”可张蒙护卫说项伯是自己人，张良先生要保下他。如果是别的事情，韩信会考虑卖张良一个面子，可他之前下了亡命要取项伯的首级，又哪里能轻易作废？至少在韩信看来，楚国将灭，项伯已无关紧要。为了项伯这个两面3刀之徒损了自己的王威，实在不值得。基于这一点，韩信继续向曹参下令道：“本王向来言出必行，既然说了要杀项伯，那就绝不会罢手。曹参将军，速速斩下项伯的首级！”张蒙见韩信执意要杀项伯，顿时急了：“齐王且慢，项伯是我家主人点名要保护的人，还请齐王给我家主人一个面子。”不行，这是关乎本王的军中威信，莫说是张良先生，即便汉王来了也不行。齐王你快滚！如果因为你误了剿灭楚军的大事，本王拿你是问。韩信极为强势，张蒙没有办法，只好先回去给张良复命。项伯见张蒙被韩信斥走，一颗稍稍放松的心又重新紧绷起来。看着持戟逼近的曹参，项伯连忙向韩信跪求道：“齐王饶命，我有关乎这场大战胜负的重要军情禀报。”曹参顺势停了下来，目光转向韩信，等着韩信做出决断。韩信看都没看项伯一眼，口中直接蹦出一个字，说：“项伯不敢迟疑，连忙回道：“齐王，你针对你喜欢轻率精锐突击中军这个弱点布置的杀局，已被你看破了。”什么？韩信闻言一惊，急忙走向项伯，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你敢有一丝欺瞒，本王必将你碎尸万段。”虽然韩信说的凶恶，但项伯却是大松一口气，暗道小命保住了。就在项伯准备将你的算计一一道出时，一道响亮的呼声已从不远处传来：“项伯将军，韩信贼子就在眼前，此时不搏命将他击杀，更待何时？”项伯一听武舍的喝喊，心中暗道要糟。果然，韩信一边迅速后退，一边喝令曹参出手。曹参心中惊怒，哪里还敢迟疑？月牙戟如电光般砍向项伯的脖颈，噗嗤！随着月牙戟入肉的声音响起，项伯那带着惊恐与不甘的头颅冲天而飞。看到你中箭，齐军上下大为振奋。可他们不明白的是，受伤的猛虎远比没受伤时更恐怖。你一双霸目变得更加威力，冲锋时的顾忌也少了一些。在距离齐军弓弩手还有约莫10步距离时，你猛地一拍马腹，乌骓马飞跃而起，竟在眨眼间扑到了齐军弓弩手面前。没了距离缓冲，弓弩手变成了最脆弱的兵种，在你的迅猛冲杀下，片片溃逃。而韩信这时也不复淡定，为了小命考虑，他也不得不暂避锋芒。不过韩信并没有一味逃跑，他一边徐徐后撤，一边调度兵马拦截，甚至准备利用兵力优势将受伤的你耗死。这样的应对手段，可谓是将韩信顶级统帅的气质展露无遗。你越追越远，隐隐陷入被包围的状态。这时候你哪里能不明白韩信的歹心，做出无法完成擒贼先擒王目标的判断？你果断停止深入追击，调转马头去和楚军骑兵会合。在你看来，只要自己身边的从骑足够多，那即便有着伤势，也进可夺帅，退可安然。韩信看到你果断调转马头去与从骑会合，心中对你的评价又不由提高了一分。说起来，韩信之前即便听了来自两翼处的败报，也依旧认为你不过是凑巧才破了他的算计。可这次正面交锋，韩信不仅感受到了你的无双锋锐，还感受到了你的果决睿智。这般情况下，如果韩信还把你当成一个恃勇斗狠的匹夫，那他自己就是一个大傻子。刷新了对你的认知，韩信知晓这一战已无法彻底分出胜负，继续再战下去只会徒增伤亡，不如趁着夜色降临，先撤军回寨，等重新算计一番，再来和你决战。韩信有休战的想法，你同样有霸占的念头。这一刻，两个生死之敌倒有了难得的默契。韩信和你都是行动派，心中有了决断后，立马开始整军撤离。到了月上柳梢的时候，你带着8万余兵马从容回归垓下大营。这一战，楚军灭了齐军骑兵主力，斩杀齐军大将孔熙，又借齐军之手除了内鬼项伯，战果可谓是颇大。当然
然，项伯内鬼的身份并不适合曝光，不单不能曝光，还得适当美化，让项伯忍辱负重刺杀韩信的事迹，激起楚军将士同仇敌忾之心。考虑到形势依旧严峻，你没有小胜即安，已被行军大夫处理好伤势，便前往伤兵营慰问。到了伤兵营，你没有特意做什么事情，只是简单问候几句，或者适当搭个手。不过，即便只是如此简单的付出，还是让你收获到了来自楚军伤兵发自内心的认可与崇敬。离开伤兵营的时候，你望着一对对狂热的眸光，毫不怀疑这些伤兵会为你挡刀，会为你卖命死战。心有触动之下，你不禁感慨，古代士族真是淳朴，也真是容易满足啊。等你回到中军大帐的时候，夜已至2更，看着守在帐外的云儿，你知道王妃虞姬正在寝帐等着自己。来到云儿身边，你吩咐道：“云儿，你去吩咐伙夫准备一些吃食送到寝帐。”诺。云儿恭敬领命。等云儿离开，你没有进入中军大帐，而是直接赶往虞姬所在的寝帐。你刚到帐外，里面便传来一道欣喜的声音：“可是大王回来了！”你掀开帘子，大步踏入：“回来了。大王，你受伤了，别担心，只是被蚊子咬了一口而已。快让妾身看看，大王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不在乎这点小伤。可妾身担心。”你感觉心头暖暖的，慢慢解开纱布，将胸前的伤口展露出来。看吧，只是小伤。虞姬的柔仪轻轻抚过你的胸口，见伤口不在要害位置，见创也不深，才稍稍松了一口气。不过出于对你的关心，虞姬还是请求道：“大王，你可不可以答应妾身一件事？你先把这事说来听听。大王贵为霸王，又是楚国的顶梁柱，绝不容失。妾身希望大王在接下来的战事中，不要再涉险亲自冲锋陷阵。”你沉默了。你明白虞姬的心意，也知晓虞姬说的有一定道理。可眼下楚军面临的困境，需要楚军上下豁出性命，全力一搏。作为楚军统帅，作为全军的灵魂，你更需要以身作则。虞姬从你的反应中得到答案，尽管有些失望，她还是笑着说道：“大王无需困扰，现在我军面临困境，确实需要大王冲锋陷阵。等这次危机解除，还请大王多多顾惜自己。”你不好再拒绝，笑着回道：“好，本王答应。”得到想要的答案，虞姬会心一笑，细心的为你包扎好伤口。汉军大营，尽管夜色渐深，但刘邦的中军大帐内依旧灯火通明。刘邦端坐主位，手中捏着最新战报，脸上有些阴晴不定。该下出战的结果实在有些出乎刘邦的预料。韩信有优势兵力，有妙计傍身，最后居然输给了你。更让刘邦无法接受的是，一向是勇斗狠的你，不但在这次大战中用计了，而且还比韩信技高一筹。别人会用计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会用计啊！毕竟莽夫你已经可以将他刘邦压着打，要是你文武双全了，岂不是要逆天？刘邦下方，张良、陈平相对而坐，他们脸上都带着一丝复杂。显然，这样的战斗结果也有些出乎张良、陈平的预料。三人各怀心思，都沉默着不说话。一时间，帐内气氛颇为压抑。也不知过了多久，刘邦沉着脸问道：“张良先生、陈平先生，这事你们怎么看？”张良给陈平投去一个眼色，示意他先回答。陈平没有扭捏，直接回道：“大王，属下觉得这里面有着蹊跷。”蹊跷？什么蹊跷？项羽是个什么样的人？大王和他交锋多年，最是清楚不过。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次项羽用计到底是巧合，还是项羽真的文武双全？着实需要探究。何须用刀？刘邦觉得陈平说的很有道理，随即问道：“那依你之见，项羽这次用计到底是巧合，还是真的文武双全？”陈平想了想，慎重回道：“从本性难移的角度来看，属下更倾向于项羽用计是个巧合。”好，本王也是这样认为的。刘邦脸上露出一抹笑容，语带蔑视的说道：“项羽这厮就是一个不通文墨的莽夫，他是勇斗狠了这么多年，绝不可能突然变得文武双全。”刘邦不愿意接受你变得文武双全这个事实，也不敢接受他能有现在这个成就。麾下能人辈出是根本原因，但你屡屡犯错也是重要因素。和陈平在这件事上达成共识，刘邦心中好受不少。随即又问向张良：“张良先生，你对此又是如何看的？”张良望了望帐外，徐徐开口道：“大王，你和陈平先生的见解，属下也颇为认同。不过什么？属下认为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哪种可能？韩信这次妙计被破，很可能是因为你麾下多了一个高人，一个类似于范增的高人。”听到范增这个字眼，刘邦和陈平心头齐齐一震。范增是谁？范增之前可是你麾下首席谋士，推翻暴秦，压服各路诸侯，把刘邦一行人逼到巴蜀，他可是功不可没。如果不是你中了陈平的离间计，猜忌罢黜范增，使得一代人杰郁郁而死，或许刘邦一行人还在巴蜀种地。不过范增虽死，余威犹存。刘邦、陈平正是因为知晓范增的厉害，才会反应这么强烈。稍稍平复心情，刘邦不由问道：“张良先生，你可知晓项羽麾下那高人是谁？”张良摇了摇头：“不瞒大王，那高人是否存在，属下并不确定。只是属下觉得，能完美破解韩信杀局的人，他的能耐必定和范增相差不多。我们都和韩信相熟，对他用兵的手段也都颇为了解。在属下看来，单论用兵的手段，整个天下能出其右者，怕是屈指可数。同样的，我们对项羽这个死敌也极为了解。在属下看来，除非项羽已经换了一个人，否则他绝对没有完美破解韩信杀局的能耐。即便所谓的巧合，也难以做到这一点。所以，属下判断项羽之所以能够完美破解韩信的杀局，应该是他麾下多了一个类似于范增这样的高人。”张良的分析初听之下，似乎有些牵强，可越顺着往下想，就越觉得这种可能性存在。一想到你麾下可能要多一个像范增这样的高人，刘邦便感觉如鲠在喉。张良先生，依照你这个猜测，这次要想彻底剿灭项羽，怕是难了。而你不灭，对付韩信这事，恐怕又得从长计议。如果是以往，张良为了大局着想，必定会认同刘邦对韩信的处置判断。可韩信今天在战场上服了他的面子，执意要杀项伯，这梁子一旦结下，要想摆平就没那么容易了。张良思绪飞转，淡然回道：“
大王，依属下之见，接下来不管你是否被剿灭，对付韩信的布置都要尽快着手。至于具体什么时候发动，那便要看时机。张良先生，如果项羽未被剿灭，我们也要发动对付韩信的布置吗？刘邦很是不解。不错，这是为何？因为韩信不将大王放在眼里，已有不臣之心。什么？韩信这厮怎敢如此？大王可还记得项伯？项伯，你说的可是鸿门宴上救了本王一命的项伯？不错，正是此人。张良先生为何突然提起他？项伯自鸿门宴后变成了属下在楚军中的内应，可他今天死了，而且还是被韩信害死的。项伯被韩信害死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白天大战时，项伯不敌曹参将军就要被斩杀，关键时刻，属下的贴身护卫张蒙及时赶到，在张蒙表明项伯是陛下的恩人，是属下的内应后，韩信依旧命曹参将军强杀项伯。好胆，韩信这厮真是好胆，他居然敢不将本王放在眼里！快叫樊哙过来，本王要命樊哙去将韩信的首级取来。大王息怒，如先前所说，绞杀你才是当前最为紧要的事情。为了完成这个目标，我们现在不但不能杀韩信，还要帮他一把。帮韩信，这怎么可以？大王，驱虎吞狼虽好，可也要猛虎强于恶狼。这次大战如果韩信胜了，我们确实只需静观其变，但现在韩信失利，我们当然要帮他一把。你说的道理本王明白，可具体该如何帮呢？总不能本王派遣兵将去帮他吧？派遣兵将倒是不必，属下已有对付楚军的妙计，只需属下前往齐军大营一趟即可。好，既然张良先生已有妙计，那这事便交给张良先生了。大王放心，属下必定将这事办好。陈平默默听着张良与刘邦的对话，心中不禁感慨：谋士杀人真的无需用刀。韩信虽然贵为齐王，虽然掌控数十万大军，虽然用兵如神，可他的命运却没有掌握在他的手里。张良一言可以定他生，一言可以定他死。最为关键的是，以韩信的政治头脑，很有可能发现不了张良在对付他，甚至因为张良接下来会助他剿灭你，而对张良感恩戴德。想通了来龙去脉，陈平不由暗暗感慨：真是可悲可叹，也真值得警醒。原本陈平随着官职提高，随着刘邦的越加看重，他渐渐有了和张良争一争刘邦麾下第一谋士的想法。可现在看到张良对付韩信的手段，陈平知道自己接下来还是低调一些为妙。名利富贵虽好，但也要有命去享受。别看张良平日里待人处事温文尔雅，可能够谋定一国的人物，哪里会是真正的善茬？真要把他当成老好人，或许哪一天就会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矛盾，便被算计上。齐军大营，韩信的中军大帐内，此时韩信正对着垓下地图反复琢磨，他在想自己到底哪里露出了破绽，以致明明算得上精妙的杀局，竟突然变得漏洞百出。韩信反反复复想了很久，可依旧没有想出答案。就在韩信准备出帐散散心的时候，突然有侍卫来报，说张良求见。想到白天服了张良的面子，韩信的第一反应便是张良兴师问罪来了。作为高高在上的齐王，韩信并不是很忌惮张良，因此几乎没有任何犹豫。韩信命侍卫将张良招来，没过多久，张良踏着徐徐的步子进入中军大帐。韩信一看到张良，便冷着脸问道：张良先生，你可是来兴师问罪的？不是。张良微微摇头，本王白天执意斩杀项伯，可以说是服了张良先生的面子。张良先生难道一点都不在乎？我若说一点都不在乎，那必定是假的。不过什么？项伯有辱齐王军威，阻了齐王的灭楚大计，齐王要杀他，乃是大义所需，乃是情有可原。大义所需，情有可原。张良先生当真是这么认为的？我张良从来不打诳语。好，张良先生气度恢宏，本王佩服。韩信朝张良拱手一礼，随后似乎想起了什么，连忙问道：不知张良先生这次前来到底所为何事？张良朝韩信拱手回了一礼，笑着回道：我是来帮齐王的，帮本王的。韩信有些惊讶，不解问道：张良先生，你倒是说说本王哪里需要帮忙？张良捋了捋髭须，侃侃谈道：齐王需要帮忙的地方有两处，齐王想弄明白为何自己布置的杀局会被项羽完美破解掉。其二，不等张良说出第二处，韩信已激动地追问道：张良先生，你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对于项羽用计破局这事，我和汉王陈平先生有一种猜测，那就是项羽麾下可能多了一个类似于范增的高人。范增，韩信不由吸了一口凉气，显然他对范增也十分忌惮。张良先生，项羽麾下那高人是谁？不瞒齐王，那高人具体是谁，我现在还无法确定。不过，除非项羽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否则只有项羽麾下多了类似范增这样的高人，才能解释得通。毕竟齐王的用兵手段可是当世绝顶。哈哈，张良先生谬赞了。韩信笑着回应，随后语气一转，如张良先生所说，项羽之所以能破解本王的杀局，是因为麾下多了一个类似于范增这样的高人。那不知张良先生对接下来的战事有什么好的建议？哈哈，这就是我来的目的，也是我能帮齐王的第二处。如今楚军还有一战之力，所谓困兽犹斗，齐王要想将他们速速剿灭，怕是很难。不过我有一道计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瓦解楚军的斗志。张良先生竟有如此良策，还请速速道来。大王可以在军中寻找会说楚地语言的将士或者俘虏，然后再如此，必可瓦解楚军斗志，一举乱军心。张良先生真乃神人也。齐王谬赞。商讨结束后，韩信笑容满面，亲自将张良送出大营。蒯通夜间散步，看到这一幕，好奇问向韩信：大王，张良不是来兴师问罪的吗？张良先生气度恢宏，哪会把白天的小事放在心上？他来找本王是为了助本王一臂之力。韩信语气间对张良极为尊重。大王，张良明明被大王服了面子，却不但不找大王兴师问罪，反而主动帮助大王，这里面怕是有问题。大王还需多加提防。张良先生一片好意，你怎能恶意揣测？大王，属下这是在为大王着想，不想大王被张良唬弄。本王又不是傻子，怎么会被他唬弄？蒯通心中极为郁闷，差点从口中蹦出一句：你韩信在政治权谋方面就是一个傻子。不过他最终还是忍住了。韩信见蒯通不说话，还以为他心虚，于是继续训斥道：蒯通先生，本王先前就对你说过，莫要随意对别人起偏见。
偏见。先前你对汉王有偏见，现在连张良先生也这么下去，本王如何敢用你？偏见，该死的偏见！好心被当成驴肝肺，这便是蒯通此刻最好的心情写照。他深吸一口气，黯然回道：属下知道了。韩信见蒯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就不再多说，立即回到中军大帐，开始按照张良的计策做出布置。夜过3更，天地间黑漆漆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楚军大营外，无尽的夜色中突然飘来阵阵歌声，侧耳倾听便能发现，这是楚地风格的歌曲。九月秋凉兮，四野飞霜；日月征战兮，终归刘邦。白发老母兮，判断肝肠；妻子何堪兮，独守空房；弟兄想见兮，剁足市长；姐妹思念兮，语泪千行；故交好友兮，登门看望；疮兄疮弟兮，问短问长；一旦交兵兮，枪尖而亡；骨肉为泥兮，同战沙场；何不思故兮，各奔家乡；居家团圆兮，永得安康。歌声自大营外款款而来，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一声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仿佛九高鹤唳，四野哀鸿。巡逻的楚军将士听到歌声，忽由停下脚步；而在大帐内歇息的楚军听到歌声，则齐齐穿衣出帐，听着熟悉的楚地乡音，听着感人肺腑的歌词。楚军将士无不黯然神伤，黑暗中也不知道是谁跟着吟唱起来。很快，更多的楚军将士加入了吟唱的行列。不到片刻功夫，整个楚军大营便已经完全被哀伤凄怨的楚地歌声所充斥。虞姬的请帐，你用过晚膳，正准备上榻歇息，可外头突然传来的歌声却令你大惊失色。你知道，这便是传说中的四面楚歌了。虞姬见你脸色大变，连忙柔声问道：大王怎么了？你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没事，出了一点小变故，本王要去处理一下。大王去吧，妾身等大王回来。不用等了，你先歇息，记得合衣而睡，今晚怕是有战事要发生。妾身记下了。出了大帐，你直往中军大帐走去，有变故发生，楚军众将应该在那里等自己做出应对。赶路的过程中，由浓浓楚地乡音汇成的歌曲反复传入你耳内，让你听清歌词的同时，心头也大受震动。前世看电视剧时，对四面楚歌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现在亲身经历，才真正感觉到四面楚歌的威力。九月秋凉兮，四野飞霜；日月征战兮，终归刘邦。这是诗记者用触景生情的手法宣传战局，让楚军将士明白，他们被围垓下，就好像深秋大树上被飞霜打下的落叶，统统都要被扫光。如今楚汉之战的大局已定，哪怕楚军继续顽抗，也无济于事，胜利最终属于汉军，天下终究要归于刘邦。试想，楚军将士在知晓当前困局，在知晓顽抗无用的情况下，谁还会有扭转乾坤的勇气与信心？白发老母兮，判断肝肠；妻子何堪兮，独守空房；弟兄想见兮，剁足市长；姐妹思念兮，语泪千行；故交好友兮，登门看望；疮兄疮弟兮，问短问长。这是诗记者通过调动楚军将士想家的情愫，编动楚军将士对你的离心倾向。试想，处在困境中的楚军将士，听到老母判断肝肠，妻子独守空房，弟兄剁足市长，姐妹语泪千行，故交登门看望，同窗亲问短长的悲戚歌声时，怎会不动容？怎会不落泪？他们有了这种生离死别、望眼欲穿、思乡殷切，以及对披甲戍边的孤寂彷徨，哪里还会有厮杀到底的斗志？因为楚军将士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也有家有爱，有割舍不了的情节。一旦交兵兮，枪尖而亡；骨肉为泥兮，同战沙场；何不思故兮，各奔家乡；居家团圆兮，永得安康。这是诗记者故意为楚军指明方向，规劝楚军缴械投降。如果楚军将士无动于衷，那就只能一战，而战事一起，楚军将士必然骨肉飞溅，横死沙场，成为联军的刀下捕。试想，大部分楚军将士听到放下武器，可以活命，可以居家团圆，可以永得安康；反之，顽抗到底，便只能死路一条时，他们会做出何种选择？一曲乱军心，这样的攻心计，即便你前世见惯生死，即便你已适应这个时代的残酷，也不由心颤。真是太狠了！难怪史书记载，垓下之战的最后时刻，你只率800骑突围，看来根本不是你抛下了你的大军，而是大军抛弃了你。在如泣如诉的楚歌声中，退守大营的楚军残兵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他们趁着夜色当了逃兵，等到你发觉时，身边已经只剩下最忠贞的800人了。不行，必须阻止这样的悲剧再度发生。可是要想阻止楚歌的蔓延，又谈何容易？你可以通过自己在军中的无上威望，阻止楚军将士跟着吟唱，但却无法阻止外面的敌军。这一刻，你感觉到了令你窒息的压力，怎么办？该怎么办？凝神苦想的时候，你不觉间已到了中军大帐外，看着一脸惊惶、有些不知所措的楚军众将，你心下又是一沉。不过越是如此，你越是清楚自己绝不能乱，自己该镇定自若，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自我催眠，不断的自我催眠。渐渐的，你看起来确实一点都不慌，受你感染，楚军众将也渐渐镇定下来。他们知道，即便天要塌下来，无所不能的霸王也会顶上去。诸位，你轻喝一声，将楚军众将的视线吸引过来。现在敌军想用四面楚歌来乱我军军心，你们去将各自的部众招来，本王有话要和他们说。楚军众将虽然对你这么应对的效果有些质疑，但既然你已经下令，他们就会不折不扣的执行。没过多久，除了必要的巡逻警戒队伍，大部分楚军在各自统将的带领下，来到了中军大帐前。你扫了一眼黑压压的人群，快步登上点将台，朗声开口道：弟兄们，你们想家了吗？想。楚军将士齐齐回应：你们知道本王的
家在哪里吗？楚地，不错，本王的家在楚地。不单是本王，季布将军、钟离昧将军与子期将军他们的家都在楚地。我们都想回家，可是有人并不想让我们回家。大王，是谁不想让我们回家？是刘邦，是韩信，是将我们围住垓下的联军，竟然是他们。大部分楚军将士有些迷糊。大王，外面的楚歌不是说只要我们不顽抗到底就能回家吗？楚歌中确实这么说了，可你们信吗？敢信吗？这才过了多久，大家都忘了鸿沟之役时刘邦是如何背信弃义，是如何说话不算数了吗？楚军将士齐齐沉默。知道本王之前为什么要和刘邦鸿沟合一吗？楚军将士再次沉默，是因为本王不想打仗了，是因为本王想带你们回家，为此本王让出了半壁江山。可结果呢？楚军将士依旧默然。刘邦这厮无耻撕毁协议，一路对我军穷追猛打，这哪里是要放我们回家，这是要置我们于死地啊！你这话一出，季布、钟离昧与子期、项庄等将齐齐出声附和。弟兄们，大王说的没错，以刘邦为首的敌军根本没想过放我们回家，他们故意唱楚歌，是要瓦解我们的战役，然后置我们于死地。你们愿意让他们得逞吗？不愿意，不愿意。楚军将士齐齐大呼。你见楚军将士的情绪被调动起来，又是朗声开口道：弟兄们，本王知道你们很想回家，不单你们，本王以及诸位将军也很想回家。可即便我们想回家，也绝不能丢掉我们的尊严和骄傲，也绝不能祈求敌人的施舍。我们要昂首挺胸回去，我们要带着赫赫荣光回去。说起来，你们跟随本王也有数年时间了，本王的能耐你们应该都很清楚，刀山火海，本王都带你们闯过去了，又何必害怕眼前的小坎坷？只要你们相信本王，本王便能带你们回楚地，回你们各自的家。你这番话说出，无需季布、钟离昧与子期、项庄等将带动气氛，在场的楚军将士不由自主的齐齐高呼：大王说的对，我们不能丢掉自己的尊严和骄傲，我们不能祈求敌人的施舍，我们要昂首挺胸回去，我们要带着赫赫荣光回去。看到这一幕，你满意地点点头，随即命各部将士回去歇息。等楚军将士散尽，你把众将校招入中军大帐议事。只听你朗声开口道：诸位，刚才本王虽然稳住了我军将士，但时间一长，军心必乱。对此，诸位有什么看法？季布稍作考虑，率先出列。如大王所说，时间一长，我军军心必乱，因此末将建议明天与齐军决战，大胜一番后再从容撤退。听了这个提议，大部分将校表示认同，唯独钟离昧似乎另有想法。你留意到后，当即问道：钟离昧将军，你似乎有不同的看法，不妨说出来听听。钟离昧理了理思绪，凝声说道：大王，末将觉得我军明天不适合与齐军决战，这是为何？刚刚大王虽然及时止住了四面楚歌可能带来的动乱，但不得不说，四面楚歌的余毒仍然存在。如果我军尽快突围撤军，这余毒或许不会爆发，可一旦我军进行高强度的大战，特别是大战过程中遇到挫折，那后果将不堪设想。那依你之见，本王接下来该如何行事？这个嘛，无需顾忌，想说什么便说什么。大王，垓下对我军来说就是个囚笼，待得越久就越危险。末将建议大王趁我军士气犹存，立即率军突围。立即率军突围这个提议一说出，众将校眼眸齐齐一亮。虽然众将校平日里不惧恶战，但只要有其他选择，没人愿意动不动就和敌军拼命血战。你扫了众将校一眼，见众将校没有新的看法，便朗声开口道：诸位，刚才季布、钟离昧两位将军说的都有一定道理，但本王觉得我军当前不管是直接和齐军决战，还是立即突围撤离，都不妥当。在军心动荡的情况下和齐军决战，胜算不会很高；立即突围撤军，又容易遭到齐军衔尾追击，这两者都不妥当。那又该如何呢？依本王之见，我军只需发动一场突袭，打痛齐军，便可破解眼下困局。发动突袭便可破解眼下困局。众将校微微一愣，随即陷入沉思。钟离昧想了想，若有所思地问道：大王，不知这突袭的时机该如何选择？你已有思量，直接回道：今晚齐军用四面楚歌之计来乱我军军心，我军完全可以将计就计，秘密择选忠勇义士，假扮逃兵，出寨后先躲藏起来，等齐军回寨，再暗暗向齐军大营前行。齐军以为我军中了四面楚歌之计，必会心存疏忽，他们大有可能料不到我军会在军心动荡的情况下对齐军大营发起突袭。凌晨时分最容易犯困，这个时候我军要是突然发起雷霆攻势，必定可以给齐军重大打击。齐军大营遭受重创，加上之前齐军骑兵几乎尽数被灭，他们再想衔尾追击就不那么容易了。这般一来，我军就可以乘胜从容撤离了。听了你的计策，众将校开始小声议论起来。一阵后，众将校都觉得你的计策大有可为。你见众将校都认同自己的计策，便果断下达作战命令。季布将军、项庄将军何在？末将在。季布、项庄出列，朗声回应：本王命你们在军中择选忠勇义士，假扮逃兵出寨潜伏。到了凌晨时分，季布将军率军从齐军大营左侧发起攻击，项庄将军率军从齐军大营右侧发起攻击。到时候，本王会率军在后接应。切记，这次袭击齐军大营，以烧毁齐军粮草辎重为主，千万不可恋战厮杀。末将领命。于子期将军何在？末将在。于子期出列，朗声回应：我军大营东南30里处有一条长河，名为沱水。本王怀疑齐军在那里蓄水设伏，你率军赶往沱水上游，务必将堤坝掌控在手。等我军渡过沱水，便放水反淹齐军。大王，若是沱水上游没有齐军呢？那你便带人加紧时间筑坝蓄水。切记，这一处布置关乎我军是否能摆脱齐军追兵，万万不可有失。末将领命。钟离昧将军、桓楚将军何在？末将在。钟离昧、桓楚出列，朗声回应：本王的家眷以及大营就交给你们了。大王放心，末将必不负所托，一切吩咐妥当。众将校
相继离去，各自前去准备。楚军大营外，曹参正一边指挥手下的楚人吟唱楚歌，一边观察楚军大营内的动静。等了足足1个时辰，都没有等到楚军溃逃。曹参还以为张良的四面楚歌之计失效了。就在曹参准备派人向韩信通报时，楚军大营内突然出现了一阵骚乱，随后便见楚军3、5成群的开始逃离营寨。看到这一幕，曹参心中狂喜，暗道大功告成了。接下来，曹参又观察了好一阵，直到楚军溃逃近半，他才心满意足地率军回归大营。半个时辰后，齐军大营内，韩信听了曹参的禀报，大松一口气的同时，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想到你众叛亲离，即将狼狈逃入十面埋伏内的场景，韩信就忍不住朗声大笑起来。项羽啊项羽，你终究还是要败在本王手里。凌晨时分，虽然夜色渐渐散去，但因为秋雾迷蒙，天地间依旧伸手难见五指。齐军大营左侧寨门处，几盏灯火在夜风的吹袭下忽明忽灭。灯火下方，几个站着放哨的齐军守卫上下眼皮直打架，身形摇摇晃晃，昏昏欲睡。恰逢一队巡逻齐军走了过来，这几个打盹的守卫连忙站直身子，强自打起精神。可等巡逻齐军消失在视野中，他们又默契地打起盹来。原本他们是不敢这么疏忽的，毕竟韩信治军向来严明。不过这些守卫得了小道消息，知晓昨晚楚军军心大乱，逃兵无数，所以他们丝毫不担心会有敌人前来袭击。齐军大营左侧寨门处是这般情况，其他寨门处也好不到哪里去。一众齐军守卫都在不知不觉间放松了戒备。齐军大营外，2部楚军分别在季布和项庄的率领下，郑人衔枚马裹蹄的悄然靠近。出于谨慎，季布并没有贸然发起突袭，而是安排精锐斥候前去探查齐军大营的守备情况。结果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偌大的齐军营寨竟如穿着轻纱的少女，防御极其疏漏。刚得到斥候传回来的消息，季布感觉有些难以置信，还怀疑齐军营寨内是不是有个埋伏。可深入探查后还是这个结果，季布便没有再迟疑，立马决定出手。在季布的命令下，几个精锐斥候悄悄靠近哨楼，利用弓箭将哨楼守卫射翻。同时间，斥候队长用匕首利索地割破打盹守卫的喉咙，然后挥手示意部下搬开拒马桩。看到几军斥候偷袭成功，季布暴喝一声杀，随即挥动鹰嘴刀，一马当先杀入齐军大营内。冲杀过程中，身穿鹰纹铠甲、坐跨青葱马的季布宛如地府勾魂的阎罗，鹰嘴刀上下翻飞，将慌乱前来阻挡的齐军杀得哭爹喊娘。季布身后5000楚军铁骑也嗷嗷直叫，如狼似虎的在齐军大营内往来驰骋，不断斩杀慌乱齐军的同时，迅速点燃粮草营帐。齐军大营乱作一团。韩信从睡梦中惊醒后，立即唤来亲兵询问外面出了什么事情，怎会如此吵闹？亲卫如实答道：大王，楚军前来袭营，我军没有防备，被杀得一片大乱。韩信神色一惊，禁锢部的穿鞋，赤着脚匆匆跑出寝帐，看着不远处燃起的熊熊火光，听着此起彼伏的喊杀声，韩信知道事情有些麻烦了，迅速穿上衣甲。韩信在亲卫的簇拥下，快速往中军大帐赶去。没过多久，韩信到了中军大帐外，看到韩信到来，满脸黄急的众将校顿时神色一定，仿佛只要韩信出手，一切都不成问题。没有升帐议事，韩信直接问道：诸位可知楚军来袭兵马有多少？领军将领是谁？又是从哪里打进来的？李左车已收集了相关信息，连忙回道：大王，来袭楚军从我军大营左右2侧突然杀入，全部是骑兵，具体数量未知，但绝不会太多。领军将领方面，已被发现的是季布和项庄，还有没有其他楚将暂未可知。项羽居然没有亲自领兵，这还无法确定，至少目前没有发现。好了，情况本王已经知晓。韩信点点头，随即语气一转：众将听令，擂鼓聚兵，全军向中军集合。众将在前稳住阵脚，带兵徐徐压境，后退者斩，祸乱军心者斩。2个斩字一出，众将校神色一凛，都暗暗重视起来。没过多久，齐军众将校开始带着各自部众，徐徐杀向四处肆虐的楚军铁骑。齐军的攻击阵型，长戈兵在前，刀盾手其次，弓弩手在后压阵，不疾不徐，稳扎稳打推进。这般一来，楚军冲杀的难度立马提高不少。季布、项庄看到这一幕，心中犹豫是继续向前突进，还是撤军回寨。考虑到突袭齐军的机会难得，季布、项庄没有立即撤军，而是保留一部人马继续焚烧粮草帐网，其余人马集结起来在齐军外围游动。随着时间推移，齐军的人数优势渐渐发挥出来，反击的力度也越来越大，这使得楚军的伤亡迅速攀升。想起来前你的告诫，季布、项庄不敢再逗留，立即下达撤军的命令。撤离前夕，有楚军将校押着一个中年文士找到季布，请示该就地处决这中年文士，还是俘虏带走。季布见中年文士气度不凡，想起你近来感叹麾下缺少能干的文吏，他便起了别样的心思，命人将中年文士俘虏带走。楚军撤离时的动静不小，齐军将校看到后，哪里愿意放他们安然离开，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立即各率本部兵马追击。一时间，战场局势完全反转，先前还威风八面的楚军，在齐军声势浩大的追击下，只能狼狈狂逃。当然，按照两军的兵种差异，齐军部族想要追上楚军骑兵几乎不可能。不过，楚军骑兵也不知是不是大战后体力骤降，居然总是无法摆脱追兵。看到楚军就在前头不远处，齐军众将校双眸赤红，齐齐大呼：快点，再快点，一定要追上他们，为今晚死去的弟兄们报仇。或许是印证了皇天不负有心人这句话，齐军追了3、4里后，终于撵上了楚军的尾巴，哈哈哈，终于追上了，弟兄们，将楚军杀个片甲不留。几个齐军将校欣喜狂笑，策马加速间就要带头杀入楚军人潮内。可就在这时候，楚军骑兵似乎提前察觉到了危机，竟然突然加速，只片刻功夫就大半越过前头的山丘，煮熟的鸭子要飞。一众齐军将校哪里乐意，又连连呼喝部下加快追击速度。可就在这时候，迷蒙的秋雾中突然出现一个身穿紫色龙纹铠甲、手持霸王
王戟，坐跨乌骓马的青年男子。放箭，随着你令声一下，埋伏在山丘后的2万楚军弓弩手立即拉起一根根弓弦，对准慌乱无措的齐军追兵一阵狂射。咻咻咻！一时间，密集的箭矢好似倾盆大雨，不断扑向齐军追兵。由于冷箭袭击太过突然，加上秋雾影响视线，大部分齐军反应不及，一片接一片的被射翻在地。一众齐军将校大惊失色，几乎本能的躲入人潮内。可箭雨太过密集，无论他们躲到哪里，都是危险无比。如果不是他们身边的亲卫拼死保，只怕他们早已殒命在第1轮箭雨袭击中。面对如此恶劣的局势，战胆尽丧的齐军将校哪里还有心思追击，纷纷默契高呼撤军。不过这时候战场主导权再次发生变化，追不追击已由楚军掌控。显然你不会轻易放他们离开，在你的号令下，楚军乘胜开始掩杀。一时间，数万齐军被杀得哭爹喊娘，兵败如山倒。楚军一连狂追3、4里，直到韩信率军接应，你才下达撤军的命令。看着楚军得胜离去的潇洒身影，韩信眉头拧成了川字。因为失败而愤怒是其一，他担心楚军还有后手，会影响他的10面埋伏之计是其二。说起来，韩信称王后，在行军打仗方面，有时候确实会自信过头，但要说他目空一切，却也不太妥当。连续吃了几次大亏，他对楚军渐渐重视起来。既然猜到楚军可能会乘胜撤离垓下，韩信当然不会放任不管，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他立马下令大军追击。不过齐军上下之前吃了追击的大亏，现在哪里还敢再追？大部分人畏缩不起来，眼睁睁地看着楚军离去。韩信怎么可能容忍手下抗命不遵？在扫了众将校一眼后，他迅速拔出紫月宝剑，将最显眼的2个抗命将校刺死。其他齐军将校见韩信动了真格，哪里还敢畏缩不前，连忙招呼部下开始追击。楚军人潮内，季布见齐军追了过来，连忙向你请示道：“大王，齐军又追来了，我们是直接反杀回去，还是布置陷阱，再伏击他们一番？”你稍作考虑后，摇了摇头：“我们继续撤军，不管他们。大王，我军刚刚大胜一场，完全具备再战的能力，为何只撤退，却不做出反击？这次我军能够大胜，靠的主要是出其不意。现在韩信有了防备，我军直接反杀回去，容易被困住，即便布下陷阱，也很难成功。这般一来，还不如直接撤离，留着体力应对突围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原来如此，大王思虑周全，末将佩服。”沱水上游，原本顺畅的河道，此时被高高的堤坝拦堵，使得水位远远高于平常。河岸边的平地上，千余顶帐篷如同一朵朵特大蘑菇，静静地坐落在这里。帐篷外，几个守夜的齐军正无精打采地聊着天。该死，这鬼地方蚊虫真他娘的多！是啊，这地方真不是人待的。哎，也不知道我们还要在这里守多久，你们就知足吧。我可是听说垓下那边大战极为惨烈，一天死伤数万，那就跟完似的。只要能保住小命，我们被蚊虫叮咬一下，又有何妨？老陈，你说我们这里会不会也有危险？危险？能有什么危险？这里这么偏僻，楚军哪有这么容易？找来2字还没说完，那个叫老陈的骑兵便感觉脖子一痛。就在他准备呼救时，他愕然发现几个聊天的同伴脖子上都多了一根羽箭。滴血。弥留之际，老陈嘴巴张了好几下，可却无力地发现自己的提醒声小如蚊蚋，根本无法叫醒仍在帐篷内沉睡的同袍。一场无声的杀戮很快开始，大量齐军仍在睡梦中，便糊里糊涂地步入黄泉。少数警醒的齐军也没能逃过劫难，在优势楚军的围攻下，很快被杀翻在地。战斗结束后，于子期看了看数量多达5000的齐军尸体，又望了望水位极高的沱江，脑海中不由浮现楚军横渡沱江时突然被滔天洪水淹没的恐怖场景。这一刻，于子期心中极为后怕，对你的先见之明也更加佩服。楚军大营西南10里处的官道上，你和季布项庄一行人经过马不停蹄赶路，终于追上了提前撤离的钟离昧还楚所部人马。2部人马顺利会合本就值得欣喜，而随着袭击齐军营寨大获全胜的消息传开，楚军上下极为振奋，对接下来的突围挑战更有信心。楚军队伍中，一个被束缚双手的中年文士，看着四周那一张张从容振奋的脸，心中不由涌现许多疑惑。作为韩信麾下重要谋士，蒯通是知晓四面楚歌之计的。初次听到这个计策的时候，他也被如此厉害的攻心之计惊艳到。蒯通本以为楚军在四面楚歌之计面前将束手无策，最终军心大乱，势力土崩瓦解。可如今看来，是他蒯通小看楚军了。楚军中应该有着高人，这高人不但能轻松破解四面楚歌之计，还能顺势发动反击。对于被俘这事，蒯通并不怎么放在心上，他已对韩信死心，即便不被俘，他也会找机会离开韩信。蒯通现在真正在乎的是尽快弄明白楚军中的这个高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就在蒯通思绪飞转的时候，2个楚军甲士突然走了过来，二话不说便压着他往队伍前头走。蒯通心中略微有些不安，但却没有表露出来。他的身份被秦后不久便暴露，按照他的猜测，这应该是你想见他，而目的无外乎想劝他投降。想到这一点，蒯通便感觉有些头疼。对于给你效力，他是有些排斥的。在他看来，你连范增这样的顶级谋士都不能重用到底，又如何会真正重视他这个齐军俘虏？可要直接拒绝，蒯通又不敢这么冒失，毕竟你的残暴之名可是天下广传，一旦不小心惹怒你，自己很可能要壮志未酬，身先死了。怀着复杂的情绪，蒯通被带到了你面前，就近对视。蒯通发现眼前这你与印象中的霸王似乎有些不同，这不同不在于相貌，而在于气质。在他的印象中，你应该是锋芒毕露的，可他现在看到的你，锋芒却是内敛的。蒯通打量你的时候，你也在打量着蒯通。在你眼里，蒯通身穿白色儒袍，头戴冠巾，面貌虽然普通，但一双明亮的眸子却透着股沉稳睿智。你前世的记忆中，关于蒯通的信息并不多，但仅凭蒯通为韩信献上灭齐之策和3分
天下之计，就足以让你重视。怀着收服蒯通的想法，你来到蒯通身边，亲自为他解开绳索。蒯通先生，之前多有得罪了，你这个举动对你自己来说或许十分寻常，可看在蒯通眼里，却有一种受宠若惊之感。因为在蒯通的印象中，你孤傲冷漠，让人难以亲近，传闻骇人啊！蒯通心中暗暗感慨，感慨之余，他朝你拱手一礼，阶下求蒯通拜见霸王。你微微一笑，蒯通先生无需多礼，本王对蒯通先生仰慕已久，不知蒯通先生可否常伴本王左右，为本王施以解惑。仰慕已久，常伴左右。蒯通心思练达，一听到这几个字眼，便知晓你有招揽他的意思。按照常理，能得到上位者如此礼遇，蒯通应该欣然应下的。可因为范增的前车之鉴，蒯通迟疑了。他担心你只是一时热忱，现在对他礼遇有加，转眼就将他弃之如同敝履。怎么，蒯通先生不愿意？此事体大，霸王可否让我考虑一番？行，蒯通先生考虑好了再告诉本王便是。你没有勉强蒯通，朝亲卫贾氏挥挥手，示意可以将蒯通带走了。不过，蒯通并没有立即随楚军贾氏离开，而是再次朝你拱手一礼。霸王，我有一个疑问，还请霸王为我解惑。什么疑问？你转过身来，齐王用兵可谓是极为不凡，但他近期却连连在楚军手中受挫，这是不是因为楚军中有高人坐镇？高人坐镇，你有些疑惑，随即摇摇头。本王军中没有你说的高人，这绝不可能。为何不可能？齐王布置的杀局可谓是极为精妙，如果没有高人坐镇，楚军如何能够完美破解齐王的杀局？这个问题你没有回答，因为季布已忍不住插口。蒯通先生，按你说的，那高人应该就是我家大王了。季布将军，你说那高人就是霸王，这怎么可能？蒯通却是不信。季布的手掌按在蒯通的肩膀上，一边用力一捏，一边不满的冷哼道：“你这厮竟敢怀疑我家大王的本事，我看你是骨头痒了。”剧痛袭来，蒯通脸都白了。季布将军，我不过是实话实说，你为何对我动粗？我家大王英明神武，妙计无双，你竟敢质疑我家大王的本事，不是骨头痒了是什么？我没有直接动刀子就算轻的。这好啊，你居然还不信，找打是吧？就在季布又准备动手的时候，你出声制止道：“季布将军莫对蒯通先生无礼，事实胜于雄辩，何须纠结于此？季布对你极为敬重，既然你发话了，他也就不会再和蒯通计较。”不过，季布虽然收手了，但蒯通因为还没找到理想中的答案，仍旧不依不饶地问道：“霸王，楚军应该正撤往乌江，准备从乌江坐船前往江东吧？”不错，你淡然回道：“霸王可知沿途会有诸多艰险，远的不说，前方不远就有一处危机。你说的可是沱江上游？”霸王竟然知道齐军在沱江上游有所布置。看到蒯通脸上露出的惊讶表情，季布顿时感觉心中畅快无比，又忍不住插口道：“蒯通啊蒯通，我家大王不但知道齐军在沱江上游有所布置，而且早已派兵前去攻占沱江上游了。”已派兵前去攻占沱江上游，蒯通心头一震，心中暗想这只是个巧合，还是你又看破了韩信布置的杀局？就在蒯通准备继续提问来验证自己的猜想时，队伍前方一骑哨探飞马赶到你身边，恭敬禀报道：“大王，于子期将军领兵夜袭齐军沱江营地，杀敌5000，自损不过数百，已顺利掌控齐军铸造的堤坝。”好，你连道3声好，满意的笑道：“于子期将军用兵有道，果然没让本王失望。大王，于子期将军固然领兵有方，但如果没有大王运筹帷幄，也绝对无法立下这般大功。”季布一边称赞，一边故意看向蒯通，想从他脸上看到惊讶和尴尬。事实上，蒯通的确有些尴尬。之前尽管季布连连表明你就是蒯通所说的高人，可蒯通因为对你的偏见，打心底里并不相信，这才有了后面近乎胡搅蛮缠的试探。现在事实摆在面前，蒯通即便打心底里不愿相信，也不得不相信。留意到你不再正眼看他，蒯通这才意识到，他为了寻找一个颇为荒谬的答案，已多次冒犯了你。好在你不像传言中的那般残暴易怒，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而思绪一打开，蒯通又想到了更多。他之前因为偏见，认为你有勇无谋，可事实告诉他，你是文武双全的。他之前因为偏见，认为你孤傲易怒，难以亲近，可事实告诉他，你胸怀宽广，待人亲善有礼。那他之前认为你连范增都不能重用到底，也必定不会真正重用他。这个判断会不会本身就是个偏见？蒯通越想越觉得就是这样，怀着一丝歉意，他朝你恭敬鞠了一躬：“霸王，之前我因为心中的偏见，对霸王多有冒犯，还请霸王见谅。”你见蒯通态度诚恳，跨前一步将蒯通扶起，笑着回道：“不知者不怪，蒯通先生无需介怀。再者，世人大多对本王怀有偏见，本王早已经习惯。霸王身份尊贵，怎么能容忍这些偏见的存在？嘴巴长在别人身上，本王想管又如何管得着？更何况事实胜于雄辩，本王为人如何，许多人说了不算，是非功过自有青史评说。事实胜于雄辩，是非功过自有青史评说。”蒯通口中喃喃，心中对你的认可度再一次提高，咬了咬牙，他郑重在你面前跪下：“不才蒯通，愿为大王效以犬马之劳，还请大王收留。”你快速将蒯通扶起，笑着回道：“本王得蒯通先生如鱼得水也。” Hello， 大家好，本集的故事就先到这儿告一段落。我呢是这个频道的创作者，说实话，制作这期视频呢花了我不少心血，希望你们会喜欢这种沉浸式的观影体验。如果这一集影片有让你看到忘记时间，请一定要帮我点个订阅，这对我真的很重要。另外，因版权的关系，未删减版我已经整理好放在置顶留言区的链接里了，大家呢现在就可以点开下方留言区，我们在完整版见，拜拜。